妈，抽签上学快开始吧！这难道是1980年8月，老天爷让我回来了？这个决定两个孩子命运的时刻。上一世，我作弊把上大学的机会给了老二，害苦了大女儿，还养出了一群白眼狼。这一世绝不能再发生那些事。反正妈一定会和往常一样偏心弟弟，抽不抽签又有什么分别？妈也真是的，反正都决定让我去了，何必搞这么麻烦？妈，可以抽了吗？他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我在作弊。我的好女儿，上一世是妈对不起你。不抽了。妈，您是决定直接让我去读了吧？我就知道。我去打猪草了。姐，反正你不读书了，你那支派克钢笔给我呗。不行，那是我的。妈，你看他，一支笔值80块呢，他宁可留着也不给亲弟弟上学用，冷血！果然死性不改，还是这种理直气壮的嘴脸。冷血，沈西河，你拿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想过回馈她什么吗？从小到大，她为你付出多少，你感恩过吗？你18了，不是小孩了，想上学，学费自己挣。从今天起，不劳者不得食。妈，您让我这握笔的手去干粗活？不然呢？让你姐一个女孩子去给你争学费，你要么干活，要么把你户口迁走，先把这18年的养育费结一下。哎呦，手被刮破了，都流血了。妈，你看，我干不了这个，我是读书人，打猪草能打出几个钱？等我去了清北，人家一看我就是泥腿子，会歧视我的。哦，那你说怎么才不被歧视？至少2身的确良衣服，1双皮鞋，1双球鞋，新书包，手表。对了，还有姐那支派克笔，资料费算下来起码得300块吧。依依，要是让你去读大学，你需要妈准备多少钱？我不要钱，我报的江城大学，我可以走着去。家里的活我周末回来干，只要能让我上学。听见了吗？劳动最光荣。有人歧视你，那是他们蠢，不是你父母的错。你想要的东西，自己用双手去争，别想再躺着吸你父母、吸你姐的血。不是在做梦吧？姐干粗活早习惯了，但我天生就是拿笔杆子的。就像姐考不上清北，我也做不来割猪草。嘿，你跟你姐比，你姐用你1/10时间学习就能考上顶尖大学，你哪来的脸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？那你就多学，割猪草都不会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你笑什么？吃猪肉最多，喂猪从没干过，你也去打猪草？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事儿。帮你姐卖工艺品的钱呢？拿出来！没钱，她做的东西白送都没人要。没人要，你还天天催他做，看看这手。妈，我洗不干净，不是故意丢脸的。钱拿出来！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不想拿是吧？好，你不想拿我帮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把钱藏哪儿了。以后他再说帮你送货，别信。这是我攒着给冬琪买礼物的。王冬琴，拿你姐的血汗钱给她买礼物，这钱就该归原主。妈，不是说好大姐考上就把她的录取通知书给冬琴读吗？王冬琴想起来了，老三是个恋爱脑，还是个舔狗，王冬琴更是个不折不扣的绿茶拜金女。上一世娶了她做儿媳妇，简直比娘娘还难伺候，我却成了远近闻名的恶婆婆。哼，这一世这个女人要还能进我家门，别怪我以彼之道，皇室必深。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明明说的是，如果你大姐不读，但现在我改主意了，必须读。你让冬琴拿你姐的通知书去读，那不是侮辱她吗？她不得自责，得去跳河。可咱家供不起2个人上大学啊。去清北火车票就得50，我是长子，我读出来才能帮全家。火车票最多30，你蒙谁呢？想要派克笔、新衣服，自己赚。都去打猪草，以后堂堂正正做人。干嘛去？
妈，让我们打猪草。还要没打西边出来啊？去就去吧，兄弟好点野菜回来。你在干什么？几十年不见，他还是这个模样。上辈子捂不热的心，这辈子不要也罢。爸妈在帮我跳水泡，她跳水泡？这女人会有这么好心？而且，女儿满手的水泡，不都是她造成的吗？抽签玩了吧？老二抽中了对吧？你向来做完坏事就来献殷勤，根本不配当妈。我干坏事什么都知道，却不去阻止，才是真坏。一个既得利益者，凭什么逼我？粗鄙！多谢夸奖。你干什么去？你不是向来不管我的事吗？爸妈说让我上大学，弟弟的学费不用我操心。他真这么说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和荷叶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去冰场买冰租桶。眼下的条件也只能先靠冰薄荷水赚点钱。百国冰薄荷，1毛1杯。美国冰薄荷，清新口气，亲近你我。一口冰薄荷，透心凉，心飞扬。喝美国冰薄荷，享发达人生。哎，这要喝，新鲜。你这薄荷水也没见有个杯子，怎么卖呀？今天我们做活动，第2杯半价，最适合像2位这样一起出来逛街的朋友了。祝2位感情天长地久。这大婶还挺会说话。那就来2杯吧。好嘞。你挺会说话的，比商场里那些面无表情的售货员好多了。也祝您生意兴隆啊！哎呦，借您吉言。这薄荷水真的挺好喝，不像冰糕越吃越渴，喝完还挺香的。不信你闻闻，哈。他们喝的那个好像不错，不如咱们不买冰糕了吧？行。谁叫你在这儿摆摊的？这打扮是商场门口卖了你的，眼红我生意好是吗？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看清楚，工商局登记过了，卖冰水而已，不需要执照的，国家允许的，政府让我来的。你欺辱妇女，破坏经济，我要是这样喊一嗓子，你吃得消吗？你别以为只有你会喊，你要还敢在这摆摊，我让你一杯都卖不出去。算了，反正今天也卖的差不多了，犯不上。小兄弟啊，你出来上班是给公家赚钱，可你要是断人财路，那可是给你自己作孽。钱是公家的，报应是自己的，何必呢？你嘴还挺利，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不能在这摆摊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？国家都允许，你不许，你比国家还大啊！嘿，少废话，你滚不滚？该滚的是你！当街欺负妇女，我要找你们领导，好好问问。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就不信赶不走你们。我在那边摆摊，没人敢找我麻烦。你要怕，可以挪过来，咱们互相帮衬。谢谢，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？哦，我姓秦。别客气，我叫江于海，有事可以来旁边找我。江于海，将来的快餐大王，这是遇到贵人了。江于海，国内快餐行业龙头，包括海外的分店，门店数量破万，将来的富豪榜前10，原来他真的是白手起家的呀！这可真是老天爷送过来的女婿。不愧是有生意头脑的，这摊位选的地方比我选的还好。小将啊，我年纪比你大，叫你小将。可以吧？没事儿。大姐，您还有东西需要我帮忙吗？那倒没有，就是我要离开一会儿，你能帮我看一下东西吗？没问题。这小伙子年纪轻轻，还是个热心肠，有他帮忙看东西，我就可以轻装上路，赶紧去冰场再买些冰，趁着时间还早多赚点钱。等秦梦云背着保温桶从冰场回来，就看见蒋雨海坐在摊位前正打瞌睡。小伙子守着个好位置，怎么就没声音？可惜了。小将，大姐，您回来了，不小心打了个瞌睡。你卖的炸糍粑呀？是啊，大姐，
这炸糍粑确实不好卖，我也不会做别的，也没什么本钱。不是卖糍粑不好，是你这样卖不好。将来的快餐大王，现在也终究只是个单纯的小伙子。这么大热天卖炸糍粑，怎么可能会有生意？没包装，没噱头，就是纯炸糍粑，还是在国际商场门口。这样吧，刚才你帮了我，现在我帮你好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你那样炸出来要好看？是有卖相多了。大姐，你真厉害！你觉得这一盘糍粑能卖多少？糍粑2毛2一斤，红糖8毛1斤，这里成本大概是2分半，我卖5分钱。行吗？累个半死就卖5分，看我的吧！韩国炸年糕，吃一口甜过初恋。大姐，我这是黄馅糍粑，也不是韩国年糕啊，这不是骗人吗？你这小伙子，该实诚的时候当然要实诚，可咱们这也不偷也不抢的，口味安全都有保证，就是噱头而已。愣着干什么？跟我一起喊！老板，这年糕怎么卖？原价5毛，今天活动价1毛。居然真卖出去了！我之前喊了半天都没人来。这有啥？现在的人啊，崇洋媚外。外国的月亮比较圆，而且盘大量小加根草，小资阶级的最爱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就这么喊，多炸几份背着。韩国炸年糕，吃一口甜过初恋。美国冰薄荷，清新口气，1毛1杯，买炸年糕，薄荷水半价喽。这大姐又换了一套，还有这种方法吗？哎呀，这主意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韩国炸年糕，别处买不到。买薄荷水，炸年糕半价喽！怎么回事？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醒醒，醒醒！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们，都在干嘛呢？我这就去赶。回来！不动脑子的吗？你去赶人家，人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考虑影响的吗？学人家的秘诀。你糍粑卖完了？卖完了，都卖完了，一点都不剩。今天多亏了大姐。大姐，太感谢了！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我这糍粑真卖不出去。赚的钱咱们对半分，26块6，您可千万别嫌少。26块6，这可是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，难怪将来能成为快餐大王。这格局一般人真做不到。不用，我算过了，咱俩一抵，你只欠我15杯薄荷水的钱，给我1块1就行。不，人要知道感恩，大姐帮了我，这钱应该分的。那个生意不错啊，姐。你又来赶我走啊？没有。那个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领导让我问问你，生意这么好，有什么秘诀？就是这儿，妈，表姐，就这美国薄荷水。怎么是他们？真是冤家路窄。哟，浩约妈怎么在这儿呀？今天没下地。这谁啊？追我那傻子的妈呗。我说过生日想买件孟特娇的裙子，估计她是来看价钱的。就是那条200多的，他买得起吗？泥腿子一个。哼，买不起也得买，谁叫他儿子没我活不了呢？没教养的丫头片子！要不是知道你们娘俩下三滥的招数，我还和上一世一样给你一巴掌。阿姨，我看你满头大汗跑这儿来，不如我也请你喝点水。听说这个美国薄荷水可好喝了，就是有点贵，1毛钱1杯呢。您平常肯定舍不得喝，给我们来4杯，要不来5杯吧？这么好喝的薄荷水，您家皓月应该也会喜欢，不如给他也带1杯吧。当然啦，我知道以你这人好面儿，您看我这么有心，老娘伺候了你这丫头片子半辈子，你一叫屁股，老娘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不就是想我付钱吗？不占便宜会死啊！你是不是傻？这水本来就是他的，像这爱占便宜的，在商场倒也不少见。要是知道这水是熟人家的，不得把这大姐店搬空。嘿嘿嘿。那我不多嘴，你是不是能帮忙？领导看着呢。你要不帮忙，那我可就……也是个趁火打劫的货色，不就要给秘诀吗？
顾客就是上帝，这就是秘诀。对付傻子们。喂，你先等等，你刚才是不是骂我傻来着？你谁呀？凭什么骂人？你有毛病啊！我们认识你吗？你就骂人？今天本来就火大，生意被抢，平白挨领导一顿批评，还遇见这么几个没脑子的玩意儿。谁接我话，我骂谁！我点你名了吗？道你姓了吗？你就伸出脑壳接石头，顶捡骂，见不见啊？让他们吵吧，别理，趁这时间再去弄点材料来。马上下班时间，正是商场里生意好的时候。和江鱼海简单商量了2句，秦梦云索性租了辆板车，用来运冰水。等从冰场回来的时候，王冬晴他们已经离开，一直到商场关门，秦梦云的冰水刚好卖完。昨天真是谢谢你了，害你这么晚才收摊儿，喝点儿，这个解乏。谢谢大姐。大姐，我看你做生意挺在行的，想请教一下，您有买粮票的门路不？岛内粮票这种事可不好找门路，他这是买不着糍粑了。不过也是，他从困难时期过来没几年，饭都吃不饱，哪有余粮做糍粑？要不你也卖薄荷水吧，我教你。啊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是大姐的买卖，我……嗨，薄荷水又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不打紧。要是现在卖江鱼海一个人情，将来他成了快餐大王，随便给我个超级 VIP， 那上万家门店不是随便吃。这样吧，我教你做薄荷水，还可以教你比炸糍粑更好吃的东西。明天上午你在冰场等我就行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大姐了。这时候居然有人肯把吃饭的本事叫出去，这大姐真是热心肠啊！想我掏心掏肺对4个儿子，却被敲骨吸髓，还落得不是人呐！太不像话了！不仅一天不着家，连晚饭都不做，这是要翻天啊！嫂子不会出啥事儿了吧？要不报警吧？别瞎说！你以为他跟你一样啊？他那身板跟牛一样，打2、3个男人都没问题，能出什么事儿？秦梦云干活是挺泼辣的，但终究是个女人，结婚1、20年了，今天这情况还从没有过。我去找找。哎，回来，不许去！这黑灯瞎火的，你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依依、来弟，你俩快跟过去。依依别怕，有婶子在。你妈也许是累了，在哪个草垛里的睡忘记了。我有时候就会这样。累死了，坐会儿。闲事累了一辈子，还真没什么闲情逸致看月了。上辈子的遗憾，恐怕这辈子还得延续。不过无所谓了，人不能太贪心，这辈子有钱就行。谁？你干嘛？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还坐在这儿，生怕没有狼把你叼走。哎，咱们这儿又不是商业，哪来的狼？嫂子，妈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，你干嘛去了？吃饭了吗？我给你焖了南瓜粥。嫂子，你可吓死依依了，她找了一圈，都快哭了。我都差点忘了，这个家还是有人打心里关心我的。红糖的尝尝。这一瘾到头，吃完南瓜吃冬瓜，吃完冬瓜吃地瓜，吃完地瓜啃野菜，除了收完粮能吃2顿干饭，什么时候吃过细粮啊？还有红糖。怎么，不喜欢吃红糖的？不，嫂子，你这是发财了。发财谈不上，就是赚了点小钱。快吃吧，冷了就没那么好吃了。我拿回去给红狐尝尝。来弟这样子，跟以前的我和齐相像，只不过来弟比我更惨，一辈子没有任何人真心对她。婆婆嫌她生不出孩子，天长日久，她傻傻的也觉得是自己有错，对好吃懒做的丈夫唯命是从。可生不出孩子的，其实是沈红狐。少不了她的，你只管吃自己的。好吃吗？依依，你也快点吃，妈买了1篮子，不够再拿。如果这是梦，希望这个梦永远也不要醒。妈，
您先吃。这才是我值得去疼的好孩子。行了，吃吧。爸，你也吃一口。不想也不用想，他不可能吃我吃过的东西。你这孩子，赶紧自己吃。你还知道回来，还知道有个家，还不跪下！妈，我买了酥油饼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我多久没吃过饼了？上次还是别人结婚分的桃酥。你哪儿来的钱买饼？老二读书都没钱，你怎么还能瞎糟蹋钱？吃到肚子里的东西，怎么能是早见呢？好吃吗？你少打岔，问你呢，哪儿来的钱？妈，你真该去城里瞧瞧，现在城里人过得多好，1分钱掉地上都不带捡的。想当年银元掉地上我都不捡，什么意思？你捡钱了，捡了多少？快拿出来！就算是村长，恐怕也没见过几回这么大面值的钱吧？农民一年忙到头，几千个工分换几百块，化肥、农药、预支的钱一扣，能超过30块，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你这真是捡的。这算啥？才105块。不过这回算是试出来了，城里人舍得花钱吃喝，等咱够本钱，我就开个小店，体体面面赚钱。哎，你收起来干什么？有100多吧？这钱得说清楚怎么用。老二上学路费就得50、60，生活费、书本费，他一个人在外，你可不能亏了他。他是我亲儿子，我怎么会亏了他？除了拍扣笔、的确良、回力弦，我还要给他买块表，国产的，不要洋欧米的，清北校园的，再买辆凤凰牌自行车。你是在消遣我吗？你那是100，不是1000。妈妈，我饿。妈这有酥油饼，想吃的话，先去给妈打盆洗脚水。秦梦云，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宝贝孙子给你打洗脚水？还是我去吧。你想抢你弟弟的功劳吗？晨晨干活就只给晨晨吃，不干活的不给吃，好不好？好。百行孝为先，儿子给妈打洗脚水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而且妈，咱俩已经分家了。当初你说不吃我们家一口饭，可你刚刚吃了我一张酥油饼。我吃我儿子一张饼，怎么了？我是他亲妈，百行孝为先。你吃你儿子的饼，我无话可说。可这饼是我今天顶着太阳辛苦赚钱买的，也是我亲手递到你手上的，跟你儿子没有1分钱关系。孝敬老人是晚辈该做的，但不能总是事儿我做，孝你鸡翅咽头上啊。哎呦，我们晨晨真厉害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这10-20年，他一直装作温婉孝顺，如今是不想装了吗？还有，没1分钱关系是什么意思？赚的钱，你上哪儿能赚这么多？刚才不是说捡的钱吗？把人当傻子哄啊！村里谁不知道，城里打零工一天最多5块钱，你一个人顶20-30人。跟他真是说不通，一辈子没出村，眼界太窄。行了，不管钱是哪儿来的，必须花在正事上。依依，去把你的派克笔拿来。妈，马上包产到户了，小叔家分3个人投的地吧？那么多地，来地一个人种得过来吗？怎么，你还惦记洪湖的地了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一天，你都别想欺负他。我只是觉得，妈，你该想想办法让小叔勤快点儿，不然3个人的地，来迪累死也耕不出来。这不用你操心，管得宽。要不把老五过继给小儿子，这样秦梦云总得照顾照顾吧。你们吃饼也不叫我。哎呀，抢什么抢？饼还多着呢！快，再拿块饼给老五。饼虽然多，但家里人口也多。老五的饼是他劳动换的，现在被抢了，没人给他说句话呀。这孩子是该打板子。哼，想和稀泥。他爸听到了吗？养不教父之过，当妈的管衣食住行，当爸的也不能什么都不管，出了事儿又怪当妈的没教好孩子。你还敢偷？妈，我饿。饭你吃的最多，活一点不干，
今天抢弟弟的饼，明天还不知道能干出什么。饿就饿着吧。奶奶，我饿。老大媳妇儿拿半块给孩子吃了睡觉，不然馋得睡不着多难受。半块都没有。如果妈你坚持，就只能把我准备给小叔的饼给老三吃。依依女娃子饭量小，明天多吃点南瓜粥就好。妈，刚才可是你让我别多管闲事，我们已经分家，你吃什么？小叔吃什么跟我没关系。这饼要么小叔别吃，要么明天大家一起吃。我赚的钱，我买的饼，不给我亲生的吃，难道还被别人吃？行，明天我不吃，拿一块给老三，总可以吧？妈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刚吃完呀，哪儿还有？沈迟夜，你媳妇儿快把我气死了！你管还是不管？弟妹，扶咱妈回去休息吧。回去睡觉。好啊，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。真是以前的那个妈妈吗？以往这时都是依依起床剁猪草、煮猪食做早饭，她干了10多年，有时还得背哭闹的弟弟。上一世我宁愿对不起他，也没让4个儿子受苦。结果呢？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妈，干什么呀？天还没亮呢。吃酥油饼啊！谁不吃就继续睡。妈，饼呢？哪有一大早不干活就吃饭的？老二、老三跟你们爸下地去自留地，老五刘家帮你姐看火，老四跟着我有活给你。妈，我没下过地，我不会。不会就学，种地有手就行。妈，我昨天割猪草手疼的拿不住笔了，你要再这样虐待我，我叫我奶休了你。沈西河，你18岁了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对吧？奶奶说了，是沈家祖上保佑，才让我这文曲星投胎到你肚子里。你可感念祖宗庇护，全乡就我一个考上清北的，清北就是太学、国子监。我一毕业回来至少是县长，你见过哪个县长下地干活？生你那年，村里还是荒芜地，去医院接生要10块钱，生不起，只能在家。你开胃不正，接生婆说伸进去给你扶正，你知道我多疼吗？生你丢了半条命，你让我感谢沈家祖宗，你告诉我是哪个祖宗，我扒他的坟。你放肆！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你也敢说？呵呵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呢。刚才他说那话，你怎么不吼他大逆不道？到我这是大逆不道了？我为沈家生儿育女，没功劳反倒占便宜了是吗？沈西河，道歉。我不，这话是奶奶说的，她根本不配当沈家媳妇儿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她要是不能善待我，就让她自请下堂。这话你奶奶说得，你说不得。她是你妈，快道歉。道什么歉？我孙儿没错，8辈子求不来的儿子，你得了祖宗庇佑生下，就该好好爱护，让他割猪草下地，什么脑子？我人脑子。上一世我把他含嘴里怕话，结果一辈子没吃他一顿饭，自费带娃当老妈子，人没死就想把我埋了扶引后代，这福气谁要谁拿？我辛苦生养，倒成我沾沈家光。行，这光我不要了，不是县长文曲星吗？我秦梦云庙想供不起。还有谁觉得我不配当他妈的？现在立刻找奶奶认祖归宗去，别在我家待着。最好都走干净，包产到户，1人养5地。上一世我能拼出16套拆迁房，这一世照样。等我跟着将爷海摆摊，蹭大佬10月，成了千亿富豪，到时候你这自封的县长跪着叫妈，我也不认。秦梦云，你疯了！你都忍了20年，今天非闹上天吗？给妈道歉！道你个头！我忍了20年呢，我敬你妈是长辈，她拿我当什么？她欺负我就算了，看看把儿子教成什么样了。平日里洗衣做饭、耕田种地、生儿育女，伺候公婆，连你好吃懒做的弟弟也帮衬。我不欠沈家任何东西，就冲你不认亲娘，我就可以删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18年生养之恩，全当喂了狗。要断亲，你以为能吓到谁？断就断，喜喜悦悦，星星辰辰，过继到你们妖叔名下。真是饿了来馒头，困了来枕头。老幺没孩子，全过继给他。将来孩子发达了，也能给他养老。老大是亲爹，血浓于水，再熬4年，把孙子当上县长，沈家就能恢复辉煌。到时候秦梦云跪下磕头，沈家也绝不要他。不是我们走，是你走。这里是沈家，你要断亲，该离开的是你这个外姓。我大孙说的对，小儿子家房子小，才住不下这么多人。况且秦梦云没娘家可回，最后只能妥协，老老实实给沈家当牛做马。我离开？
这房子是我买的。沈迟燕，结婚时我没要1分彩礼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房子是我的还是沈家的？你给我妈道个歉怎么了？再怎么样，她都是你婆婆。你说这样的话，知不知道妈会多伤心？你小时候生病，妈整晚不睡照顾你，第2天还得上工，累得站着都能睡着。奶奶为你做什么？你拉开身上1次，她就再没抱过你。你已经考上大学了，帮家里干点活怎么了？你再闹这个家就要散了。你个小贱蹄子，反天了敢打我孙子，还挑拨我们爷孙关系，看我不打死你个吃里扒外的赔钱货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给我滚开！上不慈下不孝，你要是为老不尊，敢伤我女儿，就别怪我欺负你这个老太婆。哎呀，我好命苦呀，儿媳妇没打死婆婆呀，没天理呀，我要活不下去了。够了，闹成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我闹？沈迟燕，你是属螃蟹的吗？这么横蛮不讲理！你要想当县长，就顾着点脸面，亲自与生母交恶。你觉得政审能通过吗？妈，你别叫我妈，我承受不起。有些话说出去收不回来，你给你买来过去吧。我倒要看看这一世没我这个当牛做马的妈，你沈西河还能不能过得那么滋润？秦梦云，你够了！20年了，我已经在说服自己接受你，请你不要再动歪脑筋。你现在所做的不会让我回心转意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是一眼误终生。如果是上一世他说这话会满心欢喜，终要捂热。可活过一世，我知道，直到死我都没成功。算了，放下执念，不为难自己。随便，我已经为你活了20年，以后不会了。什么？大哥，你干嘛呢？老婆不听话，打一顿就是了。女人就是这样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像我这样，他哪还敢顶嘴，还敢惹咱妈生气呀？人渣！哟，大嫂，你不孝敬婆婆，还有脸骂我呀？他不会还要动手吧？不行，我要保护妈妈。好女儿，你还小，现在还是妈妈来保护你吧。我不但骂你，我还打你！哎呦！这是要杀人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先别打了，快停手！沈红旭，你给老娘听着！长嫂如母，我养了你多少年，想跟我动手？你这个月偷我卖粮食的钱，我没剁你手，已经是开恩了。当着我面打媳妇儿，逞威风，再让我听见你打莱迪，我把你手脚全打断，看你还怎么祸害人！你敢当我这把老骨头不存在吗？知道自己是老骨头，就别乱蹦跶，小心蹦散架了。我是什么坏媳妇吗？莱蒂是什么坏媳妇吗？我们勤勤恳恳10-20年，你把莱蒂当人了吗？你把我当人了吗？就因为我生了个女孩，你阴阳怪气骂了我1年。粮食困难时，你故意带依依去河边推她下河，以为我不知道。你别瞎说，我没有。就算有又怎么样？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。为了活下去，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就可以害我女儿。她才多大，能吃多少，你又吃多少。真想让你儿孙活下去，你不如自己跳河。秦梦云，你话重了。依依现在不是好好的，提那些旧事做什么？我旧事重提，事情过去了，我心里没过去。这就是我爱了一辈子的男人。不说以前，就说回现在。老二我不要了，过继也好，离家也罢，从今往后跟我没关系。至于老三、老四，你们自己说，跟我还是跟你们哥哥和奶奶，或者跟你们沈家人？20年来，她像戏文里的小媳妇，乖顺的像泥捏的。婆婆说一，她绝不说二。虽然粗鄙无趣，但吃苦耐劳。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，她是合格的。我已经习惯这样过日子，可现在她竟说出这种话，什么意思？忍了20年，不想忍了，想把我一脚踢开。强行要嫁的是她，现在要离的也是她。秦梦云，你已经不是18、19岁的小姑娘，就算你不顾及自己的脸面，也要想想孩子们的脸面。你现在做的这些传出去，让依依将来怎么嫁人？反倒是我做错了。
长辈不慈，离间母子；儿子不孝，驱逐生母。我什么都不能做，还得给他们磕一个呗。我没这么说。闭嘴吧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享受我的照顾，却拿锋利的刀狠戳我心窝子。说的不只是老二那个白眼狼，还有你。都说将心比心，8两换半斤，我付出了一辈子，也没换来沈迟燕半点真心。一边享受我的付出，一边鄙夷我，不是不愿跟我葬一起，下辈子永不相见吗？我放你自由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今后老二不许再进我的家门。你们现在决定是走还是留？要是留下，就得下地干活。我秦梦云的家里不养废物。妈，我不走，我可以干活，您别赶我走，我才14岁，要是真去了妖叔家，可能饭都吃不上。妈，您别伤心，我不是二哥，我留下，将来一定好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哼，2个兔崽子贼精得很，要不是有上辈子的经验，老娘还真被你们糊弄过去了。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按照奶奶说的，妈不应该立刻求饶才对吗？而且以前她也是这样做的，为什么现在全变了？西西，别叫他妈！秦梦云，你今天不要西西，等他成了县长，你可别不要脸的上门认亲啊！对，我今天就带西河去过继，从今往后咱才是状元堂爹，你就等着将来哭吧。不生不养，白捡一个县长儿子，美呀！今天得整2口。母子俩果然一个德行，就现在得意的，还指望一个妈都不要的畜生当县长，指望他养老。我这亲妈都没吃过他1粒米，我倒要睁眼看看，是善恶有报，还是恶人磨恶人。快滚吧！你滚就滚，大侄儿哦不，儿子，等你当了县长回来，好好挫挫他的威风，把他抓起来关牢里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祖宗王法。乖孙啊，等等奶奶，还不赶紧过来扶我，蠢得跟猪一样。我的派克笔回力写。大好的早上全糟蹋了。不过赶走老二省得闹心也挺好。吵个架吵饿了，先吃饭吧。这么轻松的早晨从未有过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来吃，趁热吃，吃完好干活。既然有多的，还是给红婆那边送一点吧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我砍你手，砍你脚，再跟你说夫妻没有隔夜仇，行不行？哎，你哟，这么早就吃上啦？哟，吃这么好呢？大清早就吃酥油饼啦？大娘，您还没吃吧？在这吃点。这饼是外面买的吧？一看就知道比自家做的差多了。哎呀，这干巴巴的也吃不下去呀！吃不下去你还接？老娘这就一饼子呼你脸上！阴阳怪气的婆娘，自从男人当村主长，屁股都翘天上去了。当初生老五的时候，就跑来说我超生要罚款。今年政策下来，他更威风了，带人给村里好几个妇女引产结扎。大娘，那您喝点南瓜粥，我没动过的。混账老三，上辈子我给你带孩子发高烧，想让你倒杯水都不肯，还怕我传染，带一家子住酒店，害得我差点病死。现在对这恶婆娘外人倒是殷勤。南瓜粥啊，猪都不吃的东西，你们怎么吃这个呀？这酥油饼要配点清淡的，比如麦乳精、红糖水。妹子呀，你昨天怎么走这么快？昨天上城里就买了点酥油饼。时间不早了，江鱼还可能到冰场了。老四，吃完了吗？吃完带上篮子，咱们有活干。看着人也不回话。皓月啊，你妈这人这么难相处，以后谁家姑娘嫁进来能受得了啊？听说今天还跟婆婆大吵一架，一个村的谁不知道谁？粮食困难的时候，陈凤兰婆婆被活活饿死了，收尸时肚子鼓得像蛤蟆，嘴里还有泥，这样的人还有脸说教？大娘，您别介意，今天是我哥不对，我妈正生气呢，她不是故意的。您先将就喝着，那个美国薄荷水，下次我上城里买些回来孝敬您。哼，行吧。都8月了，该去学校报到军训了。只要拿到沈依依的录取通知书，我家东秦就是大学生，毕业回来至少是个区级干部。如果沈七和也上不了大学，那就更好了。我把录取通知书卖给城里亲戚，还能换1、2千块钱呢。那个，你妈把你哥赶走是个什么意思？你哥那大学还上不上？
还有，你姐那个，你知道的。大娘，答应您的录取通知书，我恐怕给不了了。我二哥不是被赶出去了吗？家里不用供他读书，我姐的学校又在市内，不用花钱。我妈说让他去读。什么？陈你妈应该只是正在气头上吧？那么好的儿子，她怎么舍得不要？你听我的，这样。喏，交给你一个任务，捞2篮子小龙虾。捞龙虾？妈，你说的干活就是捞龙虾呀？对呀，干得好，晚上奖励你吃红烧肉。真的？嘿嘿，捞鱼抓虾算什么干活？这是我最擅长、最喜欢的事儿。但即便是我喜欢的事儿，也不能白干，不是？只要大的，不要小的，抱子的也不要。放心吧，妈。行了，看看今天能不能赚份大钱回来。往常这时候，秦梦云都会给我倒一碗凉白开，家里没冰箱，他就用罐子装水掉井里泡几个小时。村里人都笑我过得比地主老财还讲究。之前村里爆发痢疾，就我们家躲过，也是多亏了他。哎，这2天秦梦云不知怎么回事，都不下地了，派老三来顶什么用？这不转一圈就找借口跑了，人影都没了。这玩意儿不好吃，还刮油，越吃越瘦。你妈呢？上城里了，说晚上回来做红烧肉。妈说今天生意好，就给我买新衣裳，体体面面去学校。可惜我要在家照顾父亲弟弟，不能去帮忙。又上城里了，也不知道那大姐家在哪儿，名字也忘了问。要是错过，不知还能不能遇上。以前卖粮票的被抓了，最近碰上骗子，除了卖吃的，我还能做什么？难道真回家种地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等了很久吧？哦，没，我也是刚来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都是钱。你的车推来了吗？我去买点冰，等分到荷塘，我就花钱请人隔开。藕带、荷花、莲子、荷叶、藕粉都能卖。荷塘里养鱼，等田湖建房开始，我更有资本建高建大，说不定自己能开发一个小区呢。啊，大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是遇见什么喜事了吗？嗨，遇见你就是大喜事儿呀！大姐啊，您就别拿我打趣了。来，先喝杯薄荷水解数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今天能不能赚到大钱，就看它了。小龙虾，我们那儿这东西泛滥成灾，大伙儿都恨死他们了。大姐，你弄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做熟了卖钱。卖钱？我们那儿就算穷得快饿死了，都没人愿意吃它。能卖给谁啊？能卖给有钱人啊，像大闸蟹、牛油果、三文鱼，最开始都是穷人吃的，后来不都贵得高不可攀了吗？这个呢，我只教你一遍，你可要看好了。上哪儿去找个地方处理这些小龙虾呢？在城里就这点不方便。大姐，要不上我家吧，我住的地方离这里挺近。走。这大姐不仅人好，还这么相信我，真是难得啊！如果以后真发达了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她。大姐，你坐上来吧，我有力气。这板车上4桶冰水也得有200斤，这小伙子真行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这样的背影，我也曾在沈初燕身上看到过。男人钢铁般的身躯撑起一个家，作为家人该多幸福。可惜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家人，是血袋。算了，我还是下来一起推吧。谢谢大姐。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啊？没办法，我进城没有介绍信，属于盲流，能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以前住过桥洞，睡过马路，这里比那些地方强多了。据说这位快餐大王出来创业时才10几岁，果然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说说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吧，应该会很精彩。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叔叔待我不错，就是婶婶老嫌我吃得多，
有一天跟他吵架，我就跑了出来。这小伙子的经历确实艰难，但未来的千亿富豪又哪里需要同情？一切不过是他披荆斩棘走向成功的来时路。好了，你先播着，很快咱们就有好吃的。还以为会被同情劝慰几句呢。不过像大姐这样轻松自然也挺好。小江，这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把这里弄得脏兮兮的，否则就不要在这住了。对不起，我马上。妹子呀，我们准备做牛油小龙虾，可好吃了。待会儿做好了，你来尝尝。小龙虾那种东西能吃？当然能吃，而且非常好吃。就连鲁迅先生都说小龙虾是肥美的。你如能吃，每天吃2-3斤也不嫌多。真的？鲁迅先生真的这样说过？你可以查书呀。牛油比猪油便宜几毛，但有膻味，必须用大量香辛料压制。小酱，你家来人了，做的什么啊？这么香！小酱开了个快餐店，这是我们的新菜，原本1块钱1份，今天大家有口福了，小酱免费请大家品尝。真免费？那我可不客气啦。妹子，尝尝，这可是鲁迅吃了都说好的牛油小龙虾。鲁迅是名人，你可以没看过他的文章，但必须听过他的名字。西湖因人文历史闻名，东坡肉因苏东坡成为美食。好的产品必须有文化内涵加持。鲁迅是有名的吃货，他都称赞的食物，谁能不想尝尝？入口霸道麻辣，虾肉 Q 弹紧实有回甘，麻辣香甜依次递进，天然压制的食欲突然冲破牢笼。大家觉得还行吧？看他们表情，我这手艺一点没丢。上一世给4个儿子当保姆，照顾7个孙子，一群刁嘴倒是让我练出了本事。在这80年代，我能横着走。大伙儿要是觉得还行，欢迎以后来照顾小酱生意啊，熟人8折。8折的话，1份就是8毛，比国营饭店红烧肉还便宜4-5毛。这虾现在卖吗？感觉比20-30年后的虾好吃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们这儿不还有这么多吗？现在啊，这是做我们自己吃的，不都中午了吗？8毛，这盘就卖给我了，你们自己再炒一个。这不行不行，自己吃才随便装的，拿去卖的没这分量。那这盘我要了，你卖给他不卖给我，那就是看不起我。不准多说了，我上去给你们拿钱。还有这么多没炒的呢，老板赶紧炒了，我也要1份，我也要1份，我也要，我家婆娘做饭没法吃，快，趁她还没回来。好了，大家别再抢了，虾不够，咱们先做付了钱的，做不到了那就对不住了，下次再说，好吧？好，已经播出经验了，捏住虾尾中间一转一扯出虾线，捏头尾一转拉分离，3秒能处理2只，这用料真足。哎，你这保温桶里装的什么啊？哦，那个是冰薄荷水，用的进口薄荷，一般地方买不着，国贸商场那些有钱人就爱喝这一口。哟，是吧？我闻着也挺好闻的，这个怎么卖啊？那个成本高，商场里得卖3毛1杯呢。那你们这儿也卖3毛？我们肯定不能那么卖呀，只能赚个辛苦钱，卖1毛钱1杯。来，我给你加1毛，给我打杯进口薄荷水。他们资产阶级喝的东西，咱们工人也喝得。鼻孔、喉咙、吃到全身都清凉，冰棍越吃越渴，薄荷水透心凉，呼出来的气都是凉香的，好清爽。再来1杯，我用我自己的杯子装，给你省片荷叶，没问题吧？荷叶其实也值钱，是中药也是食材，只是产区卖不出价。薄荷水不值钱，但不能让人看出来。您这杯子也太大了，我这可是进口薄荷，劲儿大，喝多了容易睡不着。要不然大家都是邻居，亏本送大家喝点也没事儿，您说是吧？不怕，
我就喜欢劲儿大的。要真能睡不着，那就更好了。下次还照顾你们家生意啊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哎，这不行，开水瓶不行。我给你算2杯的钱，3杯总行了吧？买的多，你总得算便宜一点嘛。已经很便宜，没赚钱了。哎呀，薄利多销，薄利多销。没见过生意这么快做完的，买家还都觉得自己赚大了。薄荷水小龙虾成本多少我清楚，可城里人不熟，他们竟相信1小杯薄荷水比1斤大米还贵，真佩服大姐做生意的本事。要不拜个师？别傻乐了，一个中午还没吃饭呢。大姐，咱们下馆子，我请客。下什么馆子？浪费那钱。其实啊，小龙虾最好吃的肉在这钳子里。来，尝尝，入口酥脆又有紫苏叶片的绵软，香香的。果然，什么东西裹面粉一炸都能馋哭小孩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好久没跟其他人坐下来好好吃顿饭，一个人漂泊在外，饥饱不定，尝尽辛酸，受尽白眼，却在这只见过2面的陌生人身上感觉到家的温暖。好吃就多吃一点儿，记住味道，记住做法。吃完饭我再调点酱，这个就是咱们楚推的商品。大姐，你的意思是这个我可以做？本来就是教你的呀，昨天不是说了吗？这身负气运的人就是不一样。今天这小龙虾如果拿到国际商场去卖，那些人还真不见得会买。搬出鲁迅甚至美国总统都不好使，谁会边逛商场边嗦小龙虾啊？大姐为什么要把这么赚钱的方法教给我？哪有人会无偿把吃饭的本事交给外人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算算今天赚的钱和成本：冰块2元，牛油10元，调料面粉10元，共22元。今天卖了120串，一串5毛，总共60元，减成本22元，赚38元。喏，扣掉成本，这是赚的钱，咱俩对半分。不，大姐，这我可不能要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快收着吧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让人看见不好。而且你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吧？东西是你拖来的，炉灶也是你的，煤也要花钱买，你买的无票煤吧？但这些钱也太多了。点子和做菜都是人家，这钱我要是收了，岂不是占了大便宜？要不这些钱就算大姐给我的投资，以后我靠大姐的手艺赚的钱，都跟大姐平半分。啊，赚的钱全平分？那将来降雨海的1000亿资产岂不分我一半？我也是1000亿富婆。不对，人有钱没钱是2样的，有10块分人5块不心疼，有1个亿分人5000万，亲爹妈也心疼。都活过一世了，看不清这点人性就白活。不如这样，我给你提供原材料，荷叶、薄荷、小龙虾什么的，你按进货价给我结钱。至于我教你的技术嘛，算技术股。以后你生意做大了，我就是股东，你要给我分红。没读过书，认不得几个字。要不是现在管得松了，感觉总有一天会被抓进去。做大生意，像我这样的能做成什么大生意？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年轻人要敢想敢干，我看好你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脏东西？大姐说的对，男人就是要敢闯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出人头地，不辜负大姐对我的看重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投资降雨海可比建房子等拆迁划算多了，等拆迁起码还得20年后，降雨海不出10年就能小有所成。如今又有我的催化辅助，成为富婆指日可待。不过做人不能大意，虽然他将来是快餐大王，但人有钱了性格会变，现在看着善良，以后却未必。亲兄弟明算账，刚才说的事情我是认真的。万一将来你真的开快餐店了，只要你的店名不变，那么我作为技术股你就得分我钱，行吧？没问题。口说无凭，咱们得来点真格的。签份合同，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。大姐，您还随身带纸笔，会立合同啊？这个嘛，先写。说多了都是泪。上一世老三2口子逼我学这学那，王冬晴爆牌上瘾，督促孩子学习的任务全交给我，写几个字立个合同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写好了，你看看。
只要签了，我就是将来快餐巨头的股东了。我提供的餐饮技术跟绛鱼海第一家店店名捆绑，那店名就是将来连锁店的商标，仅商标就市值过亿。万一将来他反悔不愿分红，我就卖商标套现，卖几千万够我和女儿财富自由。怎么了？哪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大姐，分红多了。以后人家大公司这么多股东，我要1成分红，好像是有点过分。大姐，不是的，我从老家跑出来第1年，投奔个亲戚，我父母还对他有恩，说好让我当学徒教手艺。结果那1年除了让我干粗活，就是打骂我。按照规矩，学成后前3年，徒弟赚的钱都是师傅的，后3年也要上交一半。大姐，您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今天您教我赚钱，以后我养您一辈子。这分红，您要不嫌弃，咱们就按5-5分，您看行吗？啊！好家伙，感觉被金山砸身上了。或许绛鱼海此刻是真心的，但年收入上百亿要分别人一半，这人还什么都不做，即便是我也会不甘心。1成就够了，你加油努力，赚的钱越多，我这1成分到的也就越多。大姐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以后不管有没有这张纸，我绛鱼海赚的钱都有大姐一半。1张纸有千斤重，算了，将来的事将来再操心。随你吧，不过在你的快餐店开起来有规模之前，这个钱先不分，本钱够丰厚，生意才能做大。快吃饭吧，准备准备，今天还要出摊呢。快餐店，我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店，再也不用颠沛流离遭人驱赶。大姐，我吃好了，我来吧。这个的确该你做。记住，熬番茄酱火候很重要，搅的顺序也很重要，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搅，别快也别慢。熬酱的锅一定要洗干净，不能有铁锈的味道。等有钱了，买口不锈钢锅。感觉像把攒了一辈子的话都倒了出来。上辈子有谁肯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话呢？大姐，你家住哪儿？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家挺远的，你明天把我要的东西准备齐就好了。糟，又忘记了，拿了大姐那么多钱，竟然还没问过她的名字。今天生意不错，短短几个小时拉了3次冰，卖了快20桶水，加上油炸小吃，扣掉成本，大姐分了我100块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感觉大姐就像从天而降的神仙，是来拯救我的。让老二回来吧。你怎么突然停下？这也能烫到？老二知道错了，待会儿见到他别骂了。怎么个意思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气应该消了吧？你都总结出规律来了，是吗？每一次他都知道我受委屈、伤心，更知道过一会儿我自己就会好，已经不抱指望，没什么好失落失望的。依依，怎么回事？中午家里炒饼吃，妖叔和奶奶他们非要来抢我们吃的。妖叔喝了好多酒，吵着没吃够，奶奶让二哥扶妖叔回去，他就开始打人了。妈，你看妖叔给我打的。梦云啊，你弟脾气不好，家里地方又窄，西西去学校之前还是让他在这住着了。之前的事儿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当做没发生好了。我曾梦想相夫教子，平淡一生，以为日子是在苦难中一家人相濡以沫，可现实却是这么不堪。
他们怎么能舔着脸当昨天的事完全没发生过？我记得老二已经过继了，对吧？老二既然已经过继了，就是外人，家里又有待嫁的女儿，留宿外男不合适。沈迟燕，你说呢？妈，二哥被打得可惨了，你看看。读书天赋好又如何？被全家寄予厚望又如何？我当宝养大的儿子，别人说打就打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也不认我这个妈。哎呦，真是可怜的孩子，被打得这么惨，还不赶紧回家，让你爸妈给你抹点药。平常把二哥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，怎么现在一点不心疼？亏我还怕他伤得轻，浑水摸鱼补了几拳。陈凤兰大娘明明说二哥伤得越重妈越心疼，效果怎么这么差？妈，梦云啊，差不多得了，这时候就别开玩笑了，快给孩子抹点药，收拾收拾。你既然这么慈祥，心疼孩子，怎么早不给他抹药？是自己没手吗？想拿捏我？西河奶奶，这话就不对了。他都过继了，我献的哪门子殷勤？我自己这么多孩子还顾不过来呢，别人家的事儿我管不了，也不应该管。您说是吧，西河奶奶？你管不管？这次他生气时间似乎有点久了，平常气得再狠，躲在猪圈哭一场就好了。怎么这次一天一夜了，气还这么大？西河，过来给你妈跪下，认个错。且看他秦梦云现在得意，等大孙当了县长，再把今天全讨回来。怎么还不说算了？就像以前一样，快说！算了吧，我担不起。昨天就说过了，你的事情跟我再没有半点瓜葛。白天答应你们的，晚上吃红烧肉，瞧瞧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普通的红烧肉，是饭店里用冰糖烧的，一盘1块2，我买了2盘。老三摆桌子，老四拿凳子，老五拿筷子，一一过来吃。除了肉，妈还买了锅盔，特别好吃。累了一天，可算能正经吃顿饭了。妈，爸还没吃饭呢，他在村口等了你1晚上。等了我1夜，那肯定不是因为担心我出事儿。你爸有奶和糖侄儿呢，饿不着，你快点吃，看你3个兄弟。西河呀，快去吃，再不吃就没了。傻站着干什么？自己家的饭有什么不能吃的？哎呀，吃得好饱，我得赶紧去睡一觉，消化消化。依依是个孝顺孩子，尤其他爸偶尔对他显露一点点父爱，真让他在父母中选一个，对他来说确实很痛苦。哎，快吃，明天还要早起干活呢。看看，你还有点为人妻、为人母的样子吗？自己吃的脑满肠肥，儿子丈夫都不管了。你呢？沈鸿鹄好吃懒做，酗酒行凶，打完继子打亲妈，你不管教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丈夫，对得起沈家列祖列宗吗？你沈迟燕，你是要看着他气死我吗？行了，我没工夫一天到晚跟你扯。你小儿子已经被你毁了，就剩一个有用的大儿子了。你继续闹，看闹到最后谁倒霉。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你们堂哥今晚要留在这儿，你们自己招待一下。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睡觉能翻个身了，二哥都过继给妖叔了，哪有放着自己家不住跑亲戚家挤着的？三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同意啊？我怎么可能同意？但我不同意的话，跟陈凤兰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？老四，你可不能犯傻。兄弟如手足，将来你二哥成了县长，还会少得了你的好处吗？奶奶，我今年都14了，不是小孩了。但凡听过说书的都知道，朝中有人好做官。咱家朝中有人吗？何况堂哥这大学还未必上得成，除非他走半个月去学校，否则就妖叔那个样，给得起路费吗？你总不能让我们家出钱吧？我们也要上学，也要吃饭啊。老四，你说这话认真的？你要知道我考的是清北，将来就算不当县长也一样前途无量。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。哎呦喂，我的堂哥，搞得好像就你一个人能考上清北一样。
就因为供着你，我小学只读了2年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我跳级了。老四，这一切症结终究在他那儿，只有他松口，今天这事儿才能解决。梦云，孩子已经知道错了，他马上要上学，你把他推到洪湖那里，不等于毁了他一生，你舍得吗？你有心吗？你的心是红的吗？是热的吗？他知道错了，他知道错哪儿了？你原来是这么爱斤斤计较的人，自己亲生的孩子已经给你跪下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你当然可以慷慨，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因为从来就没损害过你的利益。婆婆强权要我忍，儿子不孝要我忍，我早就忍够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看断你的手，看断你的脚，再跟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吗？这怎么能一样？你是西河的母亲，亲生母亲。是，我是他妈，10月怀胎丢了半条命生下的他，可他要休了我，他要撵我出家门。那只是口不择言、一时冲动的话，何必当真呢？作为母亲，对孩子宽容点怎么了？假如那天我没有反抗，按你妈说的，按你儿子说的离开这个家，你会去找我回来吗？说不出来吗？20年里，我为了你被扇了左脸，就把右脸凑过去。从今往后不会了，你就当曾经的齐梦云死了，那个企图得到你真心的傻丫头，在7000多个日夜里死在你的冷暴力里。如果喜欢你是罪，20年的极刑能不能让你也对我宽容点儿，放过我？爸，您是一家之主，妈有钱买肉，手里肯定还有钱。你跟他要过来，至少能让我坐火车去学校啊！只要能去学校，我就可以翻身。学校1个月10块钱助学金足够活下去，加上奖学金可以过得更好。等毕业分配工作回来，身份就不一样，看谁还敢不阿谀奉承。我跟你妈要钱，我怎么要？你说的那不叫要，那叫抢。我看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跟你奶奶回去吧。哎，迟夜，谁让你抢了？你说2句好话，他能乐天上去。西西马上要去学校报到，前途耽误不得，你委屈一下，行不行？夜深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，上一世的失眠梦魇全没有了，沾枕头就着，睡得安稳香甜。依依，别自己一个人忙活，叫老3、老4出来帮忙。已经这个日子了，大概后天就要正式分地了。上一世王冬晴他爸酒后吹牛，说抽签18好地用胶粘在抽签箱顶上，这一世也该我捡漏了。依依呀，吃过早饭你就别忙活了，收拾收拾，晚点跟妈一起回娘家。啊？别啊了，你没听错，就是上你外公外婆家。当初为了嫁沈迟燕，我忤逆父母回早就定好的亲，对方家世人品都好，彩礼就是村长县长家嫁女儿也比不过。结果我不仅名声臭了，还气病母亲，倒贴被婆家各种嫌弃搓闷。好在这一世父母还在，一切还有挽回余地。趁着今天父亲生日，昨天我让酱鱼海买桌椅板凳正式摆摊，小龙虾在没流行前有钱人不会吃，目标群体是工薪阶级。酱鱼海住处是工厂宿舍，但不理想，不如推荐他去稍远的洗衣机厂试试，他们效益好，工资高，肚子里有油水，爱吃猪肉以外的肉食，重口味小龙虾应该合他们喜好。哇，看上去不错，你真的很有厨艺天分。这么好的番茄酱可以直接包装当商品卖了。都是大姐你教的好。你知道吗？一家小吃店可以因为自制小菜好吃让顾客流连忘返，也可以因为酱料美味让顾客爱不释手。看你这么努力，大姐再教你一个意大利浓茄大虾面，来尝尝。不是我吹牛，这一盘面在高档饭店起码得卖3、4块钱一盘。香，一看就好吃。哟，一大早吃这么好呢？挂面是精良贵还不顶饱，普通家庭平常早饭一般不这么吃。小酱，这是你亲姐姐吧？一大清早就特意给你做好吃的，闻着就让人嘴馋。秦大姐不是我亲姐，但胜过亲姐，这是我师傅。哦，哎，你们今天还有小龙虾吧？给我留一份，我家那小子昨天没吃上，气得在家哭。不好意思，咱们今天不在家，要不下次吧？在这边8毛一份，去外面可以卖1块，谁不乐意多赚钱呢？小酱，我今天要回娘家，就不跟着你一起出摊了。我看你都学得挺好，应该也不需要我跟着。这是我今天给你备的货
50斤小龙虾1斤算你6毛，薄荷野菜算1块，这袋荷叶20斤，按1毛1斤算，你总共给我33块。你要是对这价钱有意见可以说，如果不需要我再供货得提前说，行吗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大姐，你明天还出摊吗？出不出摊我都会给你把东西送来，就像今天一样，除非你不要了。记住我今天教你的，明天见。大姐，我送你吧，我去见28大告。不用啦，等你以后开小汽车了，你不想送我都要让你给我送到家去显摆显摆。走了。小汽车，算了，不想这么多了。也许今天卖完这些小龙虾，我就可以去租门面了。去洗把脸，出门了。啊，真去外公外婆那儿？你神经啊！大中午不做饭往娘家跑，撞邪了你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外公家插秧，去不去帮忙？妈，我好像中暑了。妈，我跟弟弟去。虽然去了要插秧，但也没办法。老妈一走，把大姐也带走了，家里肯定没人做饭。那就这样吧，走。迟燕，你媳妇儿造反了，给我追上去打断她的腿，回娘家都不问我。妈，够了。她背4大口袋东西，把咱家值钱的都扛娘家去了。咱家哪有值钱的东西？可她腰都压弯了。那不是咱家的。妈，您再这样，孟云可能就真不回来了。就她那有辱门风的女儿，她爸妈能让她进门？所以您就欺负她，洗脚打翻水，捡烂她衣裳，往饭里丢土。她天生反骨，我不挫她锐气，她能那么乖？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大伯看见你肯定高兴。是他们俩。对了，小岑做的木匠活这几年家具厂的效益好到爆，估计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吧。这么多年没回来，我爸见我未必高兴。待会儿他拿笤帚赶我，你们可得帮我说好话。嗨，看你这话说的啊！来，我帮你拿着。不用，别把衬衣压脏了。没事儿。走吧，大伯这些年一直惦记你呢。大妈，您看谁来了？我的闺女啊，才这几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5个孩子只带回3个，还是自己一个人回来。去把老三房间收拾一下。哎，站住！你回来干什么？要不是我当年一时任性，也不会给爸妈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上一世我没脸也没胆回来，但对现在活过一辈子的我来说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去抱外公撒娇。妈，我怕。2颗大白兔。真的？外公！男子汉哭什么？不准哭！瞧你把孩子吓的，快进来。哎，你在沈家的事儿我也听说了一些，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吧？妈，我啥也不用说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妹妹，喝瓶汽水，一早井里泡着的，凉快。汽水，这也太贵重了。这么多年都没来过外公外婆家，也不熟悉舅妈是什么脾气，可不能瞎吃瞎拿。等一下，放心喝吧，你大舅买了2箱呢。嫂子，我也带了礼物。哟，里应外合偷老沈家东西是吧？沈红谷打没挨够是吧？你谁呀？谁允许你进这个院子的？滚出去！好歹是亲家，大舅哥，你能客气点不？怎么，你妹妹偷我们老沈家的东西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？都来看看，亲家女儿偷沈家4大姑带东西贴补娘家了。这个傻子，周围全都是我秦家的人，还真以为在这儿能搅起什么风浪。你们瞧瞧，这是养了个女贼呀！你们沈家还有东西偷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当初没上交干净吧？要么说地主老财都狡猾，你们听他瞎扯，当初都掘地3尺了，哪会有什么东西？沈家还真有东西，粪坑底下那包金条、猫眼夜明珠，既然污蔑我偷，我要不做点什么，能对得起这罪名？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你家老妖婆指使的？怎么，当着这么多乡亲的面，你还要动手打我呀？
四麻袋东西是不是你女儿从沈家背回来的？可怜我大侄儿等钱上大学，他倒好，一分不掏还偷东西。你们秦家这绿瓦红墙，怕不是靠沈家钱建的？嘿嘿，我呸！你跟那小子还想不想过日子？这是哪一出？怎么还针对上我了？你问的什么混账话？两口子还有5个孩子呢。红军学兵学文学理，东西拿上，上沈家村，老子要去问问清楚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干嘛动手是吧？你们今天是回来给父亲过生日的，怎么会闹成这样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爸那个火爆脾气，万一闹出人命，不知道。小孩子别掺和，在家等着好了。真是翻了天了，至少也先给我们做好饭再走吧。全家人饿着，这叫什么事儿？爸，把妈叫回来吧。您知道我最不扛饿了。没想到我竟然有一天也会觉得离不开他。如果秦梦云来攻，沈迟燕，给老子出来！这家里破破烂烂，猪圈蚊蝇乱飞，臭气哄哄。家里那么多男丁，是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？把你妈也叫出来。您亲家可不住这边，我们去帮你叫。你们这是干嘛？这些人怎么有点眼熟？把东西丢下给他看。哎呀妈呀，要杀人了！你小儿子说我女儿偷你们沈家东西，这话是他一个人的意思，还是你们沈家的意思？哼，还有脸问？叫秦梦云过来，这4袋子是不是从沈家扛出去的？天底下有她这样的儿媳妇吗？把婆家东西往娘家搬，我们老沈家遭了什么孽，娶这么个丧门星？闭嘴，别嚎了！沈迟燕，你什么态度？要是真偷了他们家的东西，就算打断孟云的腿，管他生了几个孩子，这女婿也不能要了。我相信是误会，我妈年纪大。别扯，她年纪能大得过我？说我女儿偷东西，说我秦家靠沈家钱建的房，我秦铁牛什么人，十里八村谁不知道？我养的女儿傻，但不可能坏。这4个袋子刚进家门，还没打开，我现在把话放这儿，里面但凡有1件是偷拿的，我把头剁下来。父亲都不知道袋子里是什么，就这么笃定。上一世我到底活得有多混账？爸，瞧瞧你嫁的什么人家！红军，打开袋子，让他们睁大狗眼看看沈家能有什么好东西让人偷。爸，这些都是我赚钱买的，跟沈家没关系。这一袋是给孩子们买的新衣服，依依要上大学了，穿太破会被笑。编，接着编。这一袋是衣服，那袋是吃的，干脆说4袋子全是无意带到娘家的，以后还带回来。是不是衣服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啦。哼，那花裙子是的确良的，灯芯绒牛仔裤满满1袋子啊，这得多少钱？秦梦云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姑娘，你可别真偷东西啊！你个败家丧门星，把西西读书的钱都败光了。妈，你怎么拿我的钱给沈依依买裙子？这一条都够我去京北的火车票了。难不成沈家真留着宝贝？得了吧，这一看就是新买的，沈家舍得花这个钱。不过这些东西得不少钱吧？如果真是秦梦云自己的，她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如果秦梦云真偷东西，我今天以死谢罪。沈西河，你叫错了，我是你伯母，我女儿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上大学，两家关系好我送贺礼，关系不好我一个子儿不给，有什么问题？亲儿子怎么变侄儿了？你10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说不管就不管？他没法上大学，你毁了他一生。你给丫头买裙子有什么用？她能当县长，能养你老吗？你也知道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知道我生她费了半条命，你还怂恿她休我。那天沈西河打个猪草不乐意，这叫奶奶休他吗？哎呦我的个天，这要是我家孩子，大嘴巴抽他。那你抽不得，人家可是未来的县长哟，还县长呢，咱们县长让给他，我顶多算说错话。现在是秦梦云要毁我前途，那就是句气话，又没真休你，你叫什么真？你是不敢休吧？沈西河已经过继给沈鸿鹄，你们沈家规矩，过继的孩子跟亲生父母无关。没有路费，我怎么去学校？秦梦云，就算你报复西西，这些你怎么说？还有3个袋子，你扛这么多回娘家，我们沈家日子不用过了。你这么弱毒，我该叫我儿子休了你。哼，秦梦云为了儿子连父母都不要，一提休妻必然服软。他依然是那副不争不抢不反抗的表情。哼，漂亮的嘴像被焊上，说不了一点话。那一脸被胁迫的样子，总能让我自我攻略，觉得他有苦衷。今天是我父亲60大寿，
我已经20年没给父亲庆生了。爸，对不起，女儿不孝，把您的大寿搞成这样。我记得您说双前鞋子穿着最舒服，我想买20双弥补20年一孝，可钱不够，先买了1双。您以后能让我慢慢补吗？还是这个穿着舒服。20年没回娘家，这秦梦云真够狠的。回娘家，这是想回就能回的。她嫁进村时才18、19岁，年纪小不懂事儿，做老的也不懂。就是，这会儿说自己孙子是一时气话，那人家女儿断亲就不是了。人家女儿给沈家生了4个孙子，还出2个大学生。换我有这么好的媳妇，别说4代，40代也送。说得漂亮！你们谁舍得把这么好的东西送去给别人？大家伙都知道，当初生完老三，家里住不下，我婆婆怕我们把她小儿子撵出去，提了分家，说什么也没分给我们。她说以后不让我们养老，不吃我们1周1饭。既然这样，我的钱跟她有什么关系？这双帆布鞋8块钱，买给我妈，她喜欢红皮鞋，要80块，我钱不够。这支英雄笔20块钱，送我哥，他喜欢读书，当年条件不允许。这些牛仔布送我3个侄子，他们从出生到结婚，我从没送过什么。这块的确良送我大嫂，这么多年她替我在父母前尽孝，1块的确良哪还得清？这些小玩意儿送我未来侄孙，侄媳是大户人家姑娘，不知看不看得上。不是所有道歉都该被原谅，所以我用后半生弥补。这一世，我要让父母因我而幸福。好啊，真的一件都没想着你丈夫儿子，你给他娘家一买几百块，连盒点心都没我的份儿。妈，我才是你亲生的，你把钱花在外人身上，我的路费学费呢？我都给你跪下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毁我前途？畜生，公然休母，下个跪就算完了。沈家没人教子，我秦铁牛帮你们教。来呀，把她架起来。闭嘴！你要干什么？还有没有王法？我沈家孙子用不着你们教，你要教，先教你女儿。那么多东西，她敢说跟沈家没一丁点关系？别说一丁点，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一季卖粮食的钱被沈鸿鹄偷了，还是你亲眼撞见的。我4个袋子的钱全是我自己做生意赚的，跟你儿子没1厘钱关系。呸！你骗人！做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？这一定是你攒的私房钱。私房钱？沈家就那2亩自留地。私房钱从哪儿来？如果我有私房钱，你岂不是更多？你那么疼大孙，怎么不把私房钱拿出来给他买辆小轿车，风风光光去上学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老房子茅坑下3尺，金条、猫眼、夜明珠，购买小轿车。大家都听清了吧？我婆婆没有私房钱，沈家没有钱，我的钱全是我自己赚的。没劳驾沈迟燕1根手指头，从我嫁到沈家，没吃他们1分钱的东西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努力做生意赚钱，养育我的孩子成才，供他们读书、结婚、生子，尽到我该尽的责任。但是这个休弃亲妈的白眼狼，我不会再认。请你们任何人都别在我面前说他是我亲生的，正因为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他的行为才不可原谅。18年生养，18年辛劳，你不认所以命还回来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沈迟燕，你也是读过书的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儿子？孩子长成这样，我难辞其咎。岳父大人教训的是，态度倒是不错，诚意是没有的。他一向如此，不屑争辩。妻子不是他想娶的，孩子不是他想生的，他认错只是替母亲和妻子认而已。沈活虎，妹妹，他偷了你多少钱？36块，不止这次，这些年以各种名义借的、吃我的，加起来500块都算少。一家人吃饭还算钱？秦梦云，你想干什么？谁跟他一家人？我不跟人渣一家人。我昨天说过，再听见你打来地，腿给你打断。秦梦云，你要造反？有本事先打死我！苍天啊，这还叫人怎么活？你要活，就不准别人活。陈来娣是你娘家侄女，你把她哄来嫁你儿子，是怎么对她的？现在说没关系，刚才偷人家钱，吃人家饭，又说是一家人。迟燕他娘，你这是2面3刀啊！就是，来娣挨打时，你把她当一家人了。沈鸿鹄真不虚人，大半夜把人打的哟，他就该打，打死不冤。你们放屁！打是亲，骂是爱。陈来娣10几年不下蛋，我儿子心里不痛快，打2下怎么了？秦梦云，你真敢打你小叔子？您不是说打是亲，骂是爱吗？这是嫂子对弟弟的关爱。
都是一家人，你也不想我去派出所报案吧？偷钱怎么判？剁手还是枪毙？老头子还在世的时候，偷东家钱财就是死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说句话，那是你亲弟弟。好，我给你面子，不报案，不打断腿，但他欠我的必须还。2个选择，马上包产到户，要么拿你名下的地抵账，要么拿你房子抵账。2间破屋给秦梦云，她还能把婆婆赶出去。只要我妈在，我就能住。地不一样，租出去不用干活都有钱收。我拿房子抵。不行，房子抵了，我们住哪儿？妈，没有房子顶多睡大街，没有地我吃啥？那就拿地抵，反正你也不会种地，分地抽签我来抽，你手臭。谁说手臭？房子可以给你，地你想也别想。口说无凭，带他去大队立字据。至于房子，免得耍赖，我去卸门窗。爸，来弟被打得不轻，我能不能接他回家养养？你一个走娘家的人，怎么能在大寿日子把生命的妯娌抬回去？来弟我接家里照顾，我就不信他敢到我家打人。谢谢他婶儿，我可能要在娘家待几天，来弟儿全仰仗您了。哎，要不得，邻里邻居的，必须的，来弟儿也得吃啊。那我替来弟儿收下。嘿，我的天老爷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妈，我也跟您走娘家吧。不用了，你留在家里，外公家要插秧，别累着你。皓月这孩子都几月份了还插秧，这孩子也养歪了。原来你也只不过空有副皮囊而已。那是岑木匠，当年秦梦云就是毁了他的婚，听说人家现在混得可好了。当年他要是有今天这条件，秦梦云未必嫁到沈家村。早知道妈买那么多好吃的，就该跟着去。老三，趁你妈不在家，去找找你哥姐的录取通知书。大娘，你这是让我偷东西？你还想不想东秦完成心愿了？你哥你姐读书那么厉害，明年再考一样能中。东秦就不一样了，女人的青春经不起蹉跎。不行，这事被我爸妈知道，不得剥了我的皮。你看，你妈抢了你小叔的房子，你小叔肯定会报复。这样，你把通知书给我，我给你小叔买好酒好菜。他穷成这样，还有钱买酒肉，你就能暗示你爸妈，他又偷家里东西卖钱了。事儿怪不到你头上，办成了，大娘记得你的好，等你大学毕业，就让东秦跟你办酒，怎么样？为了东秦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那个，我二哥的也要吗？要啊，大娘拿去换了钱，东秦在学校也能过得宽裕。行，您等着听好消息。妈不会把东西带走了吧？记得二哥的录取通知书好像夹在一本书里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读书呢。爸，我饿，中午吃啥呀？随便吃点吧。这玩意儿还需要煮？你直接放我到地里啃得了，还能省柴火。爱吃吃，不吃滚蛋！老二那个笨蛋，把房子抵了。我土里藏的东西，现在挖出来都没处放，不挖又不知便宜谁。奶奶，这怎么吃嘛？连粒米都没有。要不咱们把猪杀了吧？猪一卖，不就有钱去上学了？生猪8、9毛一斤，扣除屠宰费也能有7、80块，路费够了。奶奶，杀猪吧。老三想吃猪肉啊？行，那就卖了吧。迟燕，你今天就去找人把猪拉到屠宰场卖了。那怎么行？家里还欠队上化肥钱，来年哪有钱买猪仔？况且这事儿得跟孟云商量。跟他商量得着吗？大哥你别管，我去办。家里的猪，他秦梦云还敢说半个不字儿？不劳烦妖叔，我们家的猪我自己去卖。小子，
叫谁妖叔？叫爹！行了，你们一起去，钱让西西拿着。完了，朱一脉，沈西哥肯定得去上学，马上就会发现通知书不见了。不行，不行！小姑，可以吃了吗？最后一道菜，油焖大虾，尝尝看我这手艺怎么样？没想到以前面都煮不熟的丫头，如今也能做得一桌好饭菜了。这么多老姐，这些年真是苦了梦云了。行了，吃饭吧。哎，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么好的席，居然不知道该先吃哪道菜好了。哟，您家这是把国营饭店搬家里了？五叔，尝尝我做的小龙虾，别处吃不着的。梦云啊，你这是小龙虾，怎么比大肉都香？来来来，大家都吃都吃。堂姐，你这菜做的真太好吃了，比国营饭店都好，鲜嫩滑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。我跟秦彩云没少下馆子，但这么好吃的菜还是头一回吃到。不行不行，这必须整点酒。老婆子，能把那瓶茅台拿出来喝了不？行，谁叫你今天最大呢？哎呀，挖错了，茅台好像在另一边。就那坛了，拿过来吧。这是你妈生你那年学人家酿的女儿红，准备你结婚时喝的。酒坏了，坏了就坏了。红军去把茅台挖出来。哥，不用，酒没有坏，这个叫酒膏，是陈年女儿红特有的标志，加热之后混入温酒，特别滋养身体。爸，40年的女儿红有市无价，酒膏更是千金难求，我给您热热，喝了保准身体健康，百病不侵。看样子，闺女并没有因一场错误婚姻而颓废，状态很好。爸、哥、妹夫，尝尝，这酒膏是一坛酒的精髓，有再多钱都不容易买到。不错啊，比茅台都好喝。干杯！妈，不好了，他们要卖你的猪，卖家里的猪。什么？他们疯了？只要等到年底，这猪起码能涨到200-300斤。这个时候卖猪，至少损失1半的钱。大队的债，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等第二批猪长起来，都有钱盖房子、买种猪，还有你兄弟俩到时候上大学的钱，还得靠这猪呢。那猪是我买的，我养的，他们凭什么动？谁让卖的？万一偷录取制书被发现，我怕是在家待不下去了。以沈西和那臭小子的脾气，还不知道要怎么整我呢。还不如先来老妈这里卖个乖，实在不行了，就来投奔她好了。是奶奶和沈西河，他们提的要卖，爸答应了，板车都借好了。村里谁不知道猪是不能随便卖的，关系到一家人的生计。这老太婆难道不懂这个道理？连招呼都不打，我倒要去问问她想干嘛。爸，这事儿我自己处理，您出面不占理。你一个人回去，他们一大家子不得把你撕了？爸，日子还得我自己过，我能解决。你们远远跟着，但凡你们小姑要吃亏，上去就打，打完我兜底。还吃？快别吃了，回去给你妈撑腰。一点力都没用过，现在想想捡现成的是吧？这猪我就是自己杀了卖了，也不便宜你们。梦云，拿刀干啥？杀猪！石岩，快跑！你爱人拿着刀追来了。不是我，是你儿子说要卖的。是奶奶同意的，爸也同意了。我同意了。梦云，猪卖了可以再喂，孩子的前途不能荒废。你的委屈，我以后会多关心你的。关心？我可用不着。我最后警告你，别逼我鱼死网破！在沈家20年，
我受够了！你们不想我好活，那就谁也别想好过！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！家贼难防，口口声声一家人，不经商量动家里的财产就是偷！你们现在干什么？孩子要上学，你不能因为一句话就毁他前途。猪是我买的，一养的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动？老四，回家拿盆儿！完了，妈真狠！老天保佑，偷录取证支书的事还是别被发现的好。卖猪肉啦！城里1块5一斤，凭票购买。我这儿不要票，还能挂账。有要肉的赶紧来，过时不候。能挂账，那可太好了。行，我要，给我来块肥的。梦云外甥女，给我一块。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呀，你居然真自己把肉卖了，宁可给外人吃，也不给亲儿子1分钱。沈迟燕，你是死人啊！这样的媳妇儿要着做什么？离婚，马上跟他离婚！我的路费，我的大学。秦梦云一个40岁的女人，被休就相当于无路可走。我看你这回低不低头？决定了吗？只要是你的决定，我一定支持。他竟然真的要离，是因为那个岑木匠？我不同意，妈，我们的事儿，请你别再掺和。放心，我就算卖血，西河的路费也给他凑上。不行，卖血可不行，男人的血金贵，卖了破运。妈，你会为今天做的事后悔的。你放心，永不后悔。记着，以后叫伯母，不叫也行。遇见我当不认识最好。繁星、学兵、学文、学礼，过来帮忙，把这些剩下的猪头、下水什么的都带走。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妈，这些能做什么？凉拌猪头肉、罗汉猪肺汤、干锅肥肠，多着呢。你会的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梦云啊，做的什么这么香？尝尝我自己卤的猪头肉。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猪头肉。梦云这手艺能开饭店了。对，现在改革开放，进城开饭店准行。那可说好了，我要是开饭店，大家一定来捧场。堂姐，你教我做饭吧，我也想每天给丈夫孩子做好吃的。没问题，做饭简单，舍得放调料就行。改天我给你做点酱，包你厨艺大涨。真的？堂姐你太好了。彩云，电视机票，手里单位发的，本来1张给大伯，1张给学礼说亲。你需要的话，学礼的先给你。别，给学礼，不能耽误侄子的终身大事。妈，您收好。梦云，西河他毕竟是亲儿子，气过了就算了。妈，今天咱先不说这个。学礼说的哪家姑娘？要什么彩礼？小姑帮你凑。清汤寡水的，这日子非得过成这样。哥，你就不能拿出点男人魄力，管管秦梦云，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就走。我是你哥，不是你爹。秦梦云更不是陈来娣。怎么连盏灯都没有？外公家都用电灯了。哼，你倒是聪明，在外公家吃的什么好东西？那可多了，红烧肉、油焖大虾、卤猪头肉，香的神仙都站不稳。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直接跟你妈住下呗。我也想啊，外公家干净舒服，表哥们睡的上下铺又大又软，哪像咱家挤一块又臭又热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，一顿饭就叛变了。我怎么忘了这茬？迟燕天生的好模样，黄英见了肯定喜欢。
离了秦梦云，我儿照样能娶好的。你怎么扛这么多东西？这是要上哪儿？我帮你。不用，我上城里。我看你背的东西挺重的，要不我用车帮你载一程吧？不用，谢谢。都是一家人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这么重的东西，哪能让你一个女人硬扛？这要让人看见说闲话可不好。再说马上要分地抽签了，我可没时间在这儿浪费，还得先去找绛于海，再赶过去。要是让沈彻燕先把签抽了，那可完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自行车借我。啊？你会骑车？那个，我看你骑着也不难，就是使劲蹬嘛。妹夫，车子我骑走了，谢了啊。二姐，你买车了？不是买的，借的。这是小龙虾和荷叶。我今天也不能出摊儿，村里要分地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昨天的生意怎么样？东西都卖完了吗？卖完了，还不够呢。昨天按大姐说的，我去洗衣机厂摆摊儿，小龙虾炒都炒不过来。到了下午，我又去国贸商场那边卖冰水。昨天赚了不少，感觉跟在地上捡钱一样。年轻人就是聪明，一教就会，都青出于蓝了。这是你那份。对了，大姐，我昨天在路上看到几个门面，你要是不太赶时间，帮我参谋一下呗。看门面啊？如果有钱的话，现在的门面闭眼买，但凡是门面，一定是在老城区，升值一定快。可惜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，不过去看看也行。行，去看看。时代气运之子的大腿可得抱紧，这一世的荣华富贵就全靠蹭绛于海财运了。卖小龙虾的。对，您昨天不是说把这房子便宜租给我摆摊吗？我带我姐过来看看。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看看，你别看这房子不怎么样，但是大呀，放个炉子，摆几张桌子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有了房子，以后刮风下雨也不影响生意。你没事吧？就这老鼠窝，你们还租了做生意呢？傻不傻？这么宽的马路怎么摆不行？非得租他这破房子？牛大壮，卖你的西瓜去！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我这屋没住人，等你们住进来，肯定就没老鼠了。房租可以再便宜点，2块5，怎么样？陈有才，对了，这不是陈凤兰的堂哥王东琴的表舅吗？上一世见的时候还不像现在这样又黑又瘦，怪不得我觉得眼熟呢。这个有些跛的左腿绝不会错。2块5是不贵，租吧。等刮风下雨，房子一倒，省棺材钱了。牛大壮，你个丧门星，活该你没爹没妈！老子租房子碍你什么事儿了？你在这一个劲儿的打破。陈有才，老子没爹妈，还不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你举报，我爸就不会下大暴雨被抓回乡下，被洪水冲走，我妈也不会激动难产，一尸2命。我当时年纪小，只打断你一条腿。这房子是老子的，你趁老子坐牢，霸占了老子房子，老子话放这儿了，这辈子你别想把这房子租出去，也别想住。有本事你弄死我啊！弄死我，你也活不了。到时候你们牛家绝后，我看你怎么下去面对你爸、你爷爷奶奶。想要回房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急，这房子你卖吗？说实在的，你这已经不能叫房子了，顶多算危房，卖吗？卖就说个价。
什么意思？你要买这房？等等，大姐，想逞英雄，维护正义啊！当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想买可以啊，1000块。这陈有才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上一世就把我给王冬琴买的金银首饰全骗走了，还利用亲女儿把她骗进传销组织，连自己外甥女都往死里坑。不过嘛，这房子位置倒是顶好，洗衣机厂门口，未来国美、中心医院、公务员生区将拔地而起，到时候这房子价值100万。就这残垣断壁的，你要1000？我看最多也就值500，但我冤大头，咱们走，1000块谁爱买谁买。哎，等等，你回来，你到底诚不诚心买？诚心啊！我要不诚心，你刚才恐怕牙都得掉几颗了吧？人家孩子父母被你害死了，自己又被你害得坐了牢，敲掉你满嘴牙，连轻微伤都不算，再拔掉你几个脚趾甲，没事在你家门口骂上几句，你年纪大，气死了，跟他可没关系。我怎么没想到？妈的，臭女人，你搁这支损招呢是吗？帮个忙，你是不敢呢，还是不愿意啊？哦，我是想做好人的。你瞧瞧这里，这么宽的马路，人家搭棚子摆摊不好吗？1000块我都能买砖网房了。看看都要倒了，500块算你白赚，你还嫌少。本来也不是你的房子，你占人家的，也不怕人家爸妈晚上来找你。我们走了，你随意。哎，我卖，我没说500块钱少。500块，你们现在掏钱，这房子就是你们的。现在可掏不了，得上村里走程序。房子小将掏钱，分大壮1半，有意见吗？啊！我解释一下，大壮，这房子虽然曾经是你家的，但是小将花钱替你买回来，你分他1半，不算过分吧？不过分。这边的房子会升值100倍不止。房子你们1人1半，小将出钱，大壮出户口。没有意见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去村里走程序。可是大姐，用他的户口，那房子也不是我的呀。哦，我没说清楚，大壮，让你出户口的意思是把小将的户口挂在你名下，迁入村里，名义就说他是你爸下乡时生的儿子，跟你同父异母，能不能接受？我牛大壮，19岁，劳改了3年，记事儿起就没了爹娘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挂我户口上。我叫酱于海，酱油的酱。我也是很小就没有爸妈，你让我挂你户口，我就给你当哥。以后咱们互相扶持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陈有才，行了，村里办手续去吧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你一圈了。这女人不是国贸商场门口跟冷饮店店员骂家的那个吗？弄到了。钱呢？你直接给我还是？通知书真弄到了，你先回去，我晚点去找你。什么事儿能有我这个重要啊？再重要，我是你亲堂哥，还能跑了你的？放心放心，事情办完我立刻给你送过去。那你快点儿，今天村里分地，我也挺忙的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。通知书怎么看着眼熟？孟云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婆婆给你儿子找了个干妈，一大早就托人送信，叫来了黄英。好家伙，一叫就来呀！现在正在家里磕头认亲呢，你不赶紧回去看看？上一世啃亲妈，这一世啃干妈，区别不大。认呗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孟云，你真不担心啊？你不知道你婆婆安的什么心思？现在是认干儿子，下一步就该把你扫地出门了。你没看那个女人穿的花枝招展、涂脂抹粉的？她上咱们村下乡那会儿就没下过地，活儿全让你迟燕干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家迟燕帮你干过活吗？
那我能怎么办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有那功夫我去赚点钱多好。秦梦云，你好狠毒的心！说，是不是你偷了我的录取通知书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回我？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把录取通知书还给他，你过分了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偷了，我那是清北的录取通知书。你个毒妇，你真的做得出来呀？虎毒不食子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妈，您别生气，气坏了身体可怎么办？今天村干部都在，一定会为西西主持公道的。可笑上一世，我面对这样卖弄色相的货色，还会自惭形秽。秦梦云啊，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不好意思，各位乡亲，今天天气这么热，还要占用大家宝贵时间。真不知道你是脑子好还是蠢。你的大学是我供出来的，就凭你说要休母的那些话，我当场撕了你的录取通知书，不能咋的？需要偷？不知道上大学需要证什么？不忠不孝不是生产不许劳动的害虫，考上了又怎么样？你还有脸跑到这里跟我闹？秦梦云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乖孙不孝？闭嘴！又蠢又坏，你非要闹到事情没法收场。这就是我婆婆，撺掇着孙子休弃自己亲生母亲，现在又把曾经跟他儿子有暧昧的女人拉回来，给他孙子当干妈，我都嫌丢人，你还有脸在这儿吼？秦梦云，你够了！你也给我闭嘴，别逼我扇你！沈迟燕，你要是个正人君子，你就等跟我离婚后正大光明跟黄英好。现在把人弄家里，妈都叫上了，恶不恶心？迟燕，我还是走吧。是妈叫我过来的，说西西有困难，我也只是想帮帮西西，不想她大好的前途被埋没，却不想嫂子误会，拿我攻击你。够了！喜欢演是吗？行，今天我就好好证明一下，到底是我心脏误会了你，还是你就是个喜欢勾三搭四、搞破鞋的货？我秦梦云对天发誓，只要沈迟燕提离婚，我绝不反对。现在到你了，你当着所有沈家村的父老乡亲，当着皇天后土，你也发个誓儿，说你这么眼巴巴跑来，不是觊觎人家的丈夫，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借机勾引沈迟燕的意思。如果有，你死去的丈夫今晚来找你，你活着的儿子败光你家产，最后把你卖给老光棍还赌债，这誓怕是不敢发哟。黄英的男人好像只比她大2岁吧，年纪轻轻的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就算要认干儿子，也先得人家亲妈同意啊。我真没想过要破坏你家庭，我看我还是走吧，不然西西录取通知书的事情啊，永远也解决不了喽。沈西河录取通知书的事儿，一句话就能说清楚，一句话也能解决，让村里开证明，直接上学就好。黄英，你不敢发誓，咱也没法逼你，就当你是菩萨转世，看不得外人受苦。既然你这么善良，咱村这么多穷苦人家，不如你也一起帮帮。黄英，我家猪热死了，挣钱大队200多，我家也困难啊。黄英，下乡那会儿你还在我家吃过饭呢。黄英，我还帮你拔过蚂蟥呢。迟燕哥，你还知识青年呢？知识青年没学过礼义廉耻啊！抓着人家男人不放，你自己男人才没几天，你就骚成这样，你还挺享受啊！2大坨子贴上来，你躲都不会躲，明目张胆搞破鞋是吧？弟妹，你说话太过分了。黄英她跟……我呸！小尖蹄子，当初谁跟他分一个组，谁倒血霉了。农忙抢种抢收的日子，他愣是一根羊没插过，一把粮没收过。就这种破烂货，你还当个宝？张胖丫，
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克死公婆、克缺丈夫的丧门星说话。不讲理的老太婆，要是再年轻些，我撕你的嘴！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搞封建迷信？西河奶奶，要是按您这一套说辞，那有的人早早就没了公婆丈夫，家产也没了，心肝一样疼爱的小儿子还绝了后，那又是谁克的呀？妈，爸，你去哪儿？我的事儿。沈西河，当着书记的面，咱们把事情说清楚。我好吃好穿养了你18年，从前没说过一句重话，没动过你一根指头。你呢？休妻吗？贵认干吗？道德败坏。就算是谈法律，你也有赡养老娘的义务。这还是以前那个整天受气的小媳妇吗？秦梦云原来是这种脾气吗？你差点毁了我的前途，还想让我养你老？你说你没偷我的录取通知书，那还能是谁偷的？总不是能他自己长腿跑了吧？我辛苦养你18年，你不记恩，只教你打了一次猪草，你就恨上了，自然而然认为我会害你是吧？我怎么有你这么个白眼狼？好啊，如果我证明录取通知书不是我偷的，你又怎么说？好呀，如果我冤枉了你，以后我不但养你老，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。别许你自己做不到的愿，我可不想到时候你又在那里苦苦哀求亲情绑架。从你拿工资起，每个月的工资我只要1半。咱们现在签字画押，村支书作证，没问题吧？我没问题。赵书记，麻烦你帮我拿份材料纸，要那种写证明的正规材料纸，稍微多拿点儿，我怕写错了，谢谢。这秦梦云跟其他农村妇女还真不太一样。好，我去拿。沈西河，过来看，证明我没有偷的证据就在这里。这啥意思？没看懂，要不解释一下？咱们村穷没钢笔，都用芦苇杆绑的钢笔头，书写不流畅要用力压，头一张写的字会在下面的纸上留下痕迹，这种痕迹用黑炭粉最好显形，但现在没这个条件，我只好用土，不过也够了。都看看这上面的痕迹，这摞纸上面写过沈西河的身份证明材料，我没来大队开过。沈西河，你来开过吗？没有。赵书记，今天来大队的人多，办公室又没锁门，也许……秦梦云，就像王主任说的，仅凭这张纸说明不了什么。你们家的事儿还是晚点再说，现在抽签要紧。行，不耽误大家时间。我家里闹得稀里呼啦的，回去没准还得吵。赵书记能行个方便，让我先抽吗？这个……让他先抽吧，堵在这里怪闹心的。行吧，回去之后好好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对吧？那就谢谢赵书记，也谢谢各位乡亲了。盒子顶有了，王狗剩果然把好地块都占在了盒子顶。上好的水田，产量是普通水田的2倍。1块2块，我家7个人头。哎呀，拿多了1块，那这块算我帮陈来娣抓的，行吧？麻烦王主任帮忙记录一下。行，我们看看沈家媳妇儿这手气怎么样。千万得抓点好地，不然回去又不好交代了。怎么了，王主任？啊，这个……啊，哎呀，承蒙王主任吉言，我抽中水田了。赵书记，看来我是失之桑榆，收之东隅。今天运气还不错，是吧？我明明贴在了箱子顶，他怎么会摸到呢？这可是8块相连的上好水田啊！既然填完了，那这抽的条我可以拿走吧？这运气不错，我拿回去留个纪念。哎，等等！哎，王主任放心，条我收着，但是村里有需要，我随时拿出来。王主任这字儿
这么有特点，这纸又是从大纸上裁下来的，谁也做不了假，对吧？那各位忙着，我回去报告好消息了。原来是你，老三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妈，妈，谁是你妈？叫我伯母。伯母，你还没说明白呢。我的录取通知书的确是被人偷了，是吧？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你工作之后的收入一半归我，签吧。这是警告，请你听好，如果你不履行协议，无论是国内法庭还是国际法庭，我一定告你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妈，伯母，签！当着全村人的面说的话，你别告诉我，你让我当你是在放屁。可你还没证明，我的录取通知书不是你偷的。就这智商，怎么考上清北的？看清楚了，是你的身份证明吧？看他的反应，100%错不了，就是他干的。听见王主任说什么了吧？如果身份证明是我去开的，他们不会不承认。现在他们不承认，就代表我没去开。录取通知书自然也不是我偷的，能明白吗？难道有人要冒名顶替我？妈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那是我的大学。叫伯母签吧，还有手印。妈，我都要被人冒名顶替了，前途都没了，要怎么赚钱给你？没事儿，你赚多赚少我不嫌弃，赶紧签字，别刚说的话就反悔，那你可就不只是白眼狼了。哥，其实你明年再考，不也一样能考上吗？实力在那儿，怕什么呢？可真是我的好弟弟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大学生只会一年比一年多，但好的工作岗位就那么些，早一年毕业就多一分优势，怎么可能一样？虽然儿子不要了，但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何况是真金白银的利益，辛苦养育的成果，哪能白白让人摘去？不行，我要报警！妈，刚才的身份证你给我，我要去报警，找回我的录取通知书。二哥，就算你报警，公安也查不出来吧？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妈，伯母，东西我可以给你，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跟你毕竟只是亲戚，而且关系还不好。本来看着你录取通知书被偷，我应该热烈鼓掌，然后大呼报应得好。这样吧，今天家里分的地，你名下的你让出来，从今往后这块地以及因这块地产生的任何利益都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同意，这张纸你就拿走；要是不同意，我同意。行了吗？把身份证给我。你照着样子也写一份。我为什么要写？1两亩土地，少说1年也有100-200块钱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嘿嘿，妈，你看这家里的东西不都是您和我爸的吗？将来呀，还不都是我和二哥的？写就写嘛，反正都是家里的。妈，我肯定不会像二哥一样，我将来一定好好孝顺您。快写！免费送你一句，证据就这么一张，弄丢了可就再找不到了。那个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也先走了哈。你们自己去扯吧，我也得赶紧出门，不然晚了，陈有才把通知书交易出去，又是麻烦。梦云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沟通一下。我跟黄英从来都没有过什么，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可能有。虽然我跟你的婚姻是错误的，但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妈叫他过来，只是因为你。我谢谢你的负责。这辈子我跟你和平共处的前提是你不要动不动来恶心我。我要你负责，我又不是活不起。小伙子有点水平，炒出来的小龙虾真香啊，人也不少，
小将，大壮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我找之前的房东陈有才。大壮，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太好了，我刚好想请你帮个忙，别忘了刚才给你交代的事儿。我来敲门。果然是王冬琴的表姐陈桂芝，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土里土气。你找哪儿？陈有才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是今天买房子的吗？怎么了？想反悔啊？那可不行。我叫秦梦云，沈西河是我儿子。现在知道我来干嘛了吧？啊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这什么呀？什么沈西河？你到底谁呀？跑我们家来干什么？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，你猜会不会被枪毙？清北录取通知书啊！你知道清北是什么吗？是太学、国子监，是黄埔军校。那出来的最小的官也得是个县长。偷县长大印，要是放古代，都该株连九族。我没有。你没有什么？陈凤兰都把你供出来了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蠢货！要不是买房子那天你自己说漏了嘴，提到通知书，我怕是也想不到。行了，你也别担心，我要你的脑袋也没什么用。王冬琴毕竟是我儿子中意的姑娘，以后没准咱们还能是亲家。东西拿出来吧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将来大家都是亲戚，你家儿孙有想考大学的，让我儿子给他们辅导辅导，那还不是想上哪所上哪所？陈凤兰，你又跟那个贱蹄子干什么了？让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，说！你个老不死的！你个老不死的！可恶！如今都找上门了，怕是想抵赖也抵不掉，拿出来损失3000块，不拿万一真要枪毙。陈有才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好了，我还给你了，这事儿咱们就算翻篇了。那是当然，不然我干嘛不直接把公安带来？录取通知书、介绍信、身份证明，一样不少。那行，你们吃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哈哈，陈有才，这回让我抓住了吧？哎，那是我的，别弄破了，快帮忙呀，弄破就没用了。牛大壮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可是帮你买回房子的，你不能打我。大姐，我不打你，我还要感谢你。要不是我跟踪你过来，我还发现不了这么大的事情。买卖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伪造文件，我只打断你陈有才的一条狗腿，都坐了3年牢，你这还不得判个30年？哎呀，你快去追呀！快！这可怎么办？这不是让我得罪亲家了吗？哎呀呀呀，他就赶紧起来去追呀！就赶紧去追呀！哎呀！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这都追不上？还是我自己追吧。大姐，嘘，你现在去派出所，看到我儿子报完警，你再开口，否则举报不成，容易惹一身骚。这件事情你想闹多大就闹多大，只有一条，我从来没有指使过你什么。明白，大姐，只要我大仇得报，你就是我亲姐姐，我孝敬您一辈子。大姐，你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点。行。上一世光顾低头忙碌，原来这就是心里有底、踏实的感觉。虽然手里只有几十块钱，但一点儿也不慌。大姐，尝尝看我新学的炒面。大姐，我这面炒的怎么样？不错，不过还有提升空间，比如面条，油多不坏菜，但坏面，会干会硬。适当加点水，软和点儿。再比如配料，加点豆芽、番茄丁、小白菜，口感更丰富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炒一份尝尝吧。
这些材料基本都是我从地里薅来的，面条不多，试试看吧。来，尝尝。面条软而地道，酸甜开胃。哇，大姐，你不会是正经拜过师的吧？为什么做什么都这么好吃？拜师倒没有，都是实战练出来的。咱们摆摊儿得看人下菜碟，工人重口味，商场小姐太太就要清淡、好看、干净。把这房子扒了吧，趁着天长赶紧盖栋新的。你跟大壮商量过了吗？这房子怎么分？提过一嘴，他说随我。我想听听大姐的意见。房子分成2间勉强够大，可我想分成3份，这样大姐也能跟我们一起做生意。你们都听我的，这房子做成3层楼，1楼、2楼做生意，3楼住人。房子是你们俩的，我不掺和，但你俩得签协议，以后一人想卖，另一人有优先购买权。开饭店怕人闹事儿，大壮是本地人，能帮你镇场子，你们一起把店开起来，按之前约定，你分我1半红利就行。行，就听大姐的。今天晚上，你跟大壮就把房子扒了，砖块整理出来，在天冷前把房子建好，就有家了。家吗？算了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十全十美？这辈子有钱，有很多很多钱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大壮呢？不是跟大姐一起去的吗？他呀，大概需要晚点回来。你先忙，我得回家了。大姐，小龙虾明天能多送点吗？这2天完全不够卖，才中午就全卖完了。行，我尽量多捞点儿。车子是借秦彩云家的，得还到她手上，免得惹是非。虽然彩云单纯，她家人可不单纯。男人们造谣比女人厉害，算了，放家里让陈木匠自己来拿。梦云，秦梦云。妹夫，我来还你车子。你吃过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吃个饭吧？我吃过了，今天谢谢你的车，再见。可我还没吃饭，我把车借你，你不得请我吃个饭啊？啊？我刚好也有事请你帮忙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？你就这么怕我？我不是怕你，人言可畏，咱俩还是保持点距离好。下次彩云在的时候，我再请你吃饭，好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放心，陈默、陈斗他们都在，我是真有事儿想请你帮忙。你开店了？对呀，前世陈木匠拥有家具商城，出入豪车，哪像我，忙活一辈子只有拆迁钱，全给了4个儿子，没钱傍身的日子真是太难了。不错呀，这么大的店子。简洁大气，还有手刻祥云纹，真有艺术性。这辈子我也值得用点好东西。这工艺一看就是榫卯，复杂精致，往后只会越来越贵。像这样一套家具，得多少钱才能买到？这套家具只展示工艺，不卖。我是说，像这样的一套家具，这家具做不出来了。这是我出师后花了5年时间细细打磨出来的，这辈子可能做不出第2套了。5年？那是不能随便卖了啊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有事情要我帮忙吗？我看你这店挺好呀，我能帮上什么？我店里缺一个收银管账的，彩云不识字，孩子们要忙着干活，叫别人来干我又不放心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工资我一定不会亏待你，要是经你手卖出去，我还可以给你提成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忙帮不了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我有我自己的事业安排，还是挺谢谢你的。什么事业？大清早背着几十斤小龙虾去卖，抛头露面，风吹日晒。看来你大概是忘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0来岁的时候，对你来说，那时的顺手之举，却给了我之后面对重重困难的勇气。
我花了5年时间才精心打造出这套家具，想作为聘礼送到你家，却被推回。听说你是幸福的，我以为你真的幸福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识文断字，不该埋没这份才华。在我这店里，有我的3个儿子，以后还会有其他店员，至少有个照应。而且你放心，我的店绝对赚钱，工资绝对不会比你卖小龙虾少。难道真是我多想了吗？谢谢，我只是暂时卖小龙虾，很快我会有属于自己的店子。你要是真缺财物，我可以教彩云认字算数。彩云她不适合做生意，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那我可不可以让来弟过来？你别看他蔫头捞脑的，是因为挨打挨多了，其实人挺聪明的，而且老实听话，肯吃苦。你先让他来适应环境，我保证把他教好。他要是做不好，不要你工资。好，谢谢，我代来弟谢谢你。你今天已经说过很多次谢谢了。西河呀，奶奶求你了，皓月可是你亲弟弟，兄弟如手足，你不能就这么看着他坐牢啊！哥哥，这哭天抢地的声音，难道沈西河还有牛大壮的事有结果了？哼，要真是那样，陈有才、王苟胜、陈凤兰、沈皓月一个也逃不掉。梦云，梦云，你快劝劝西河，他要把他弟送去坐牢啊！沈皓月未成年，受唆使，又是偷自己家的东西，顶多配合调查，至于哭天抢地的吗？西河呀，你不用劝我。沈皓月勾结外人，毁我前途的那一刻，他就不是我亲兄弟了。你不是说让我叫你伯母吗？大家亲戚，别自找不痛快，道理我比你懂。有录取通知书在手，腰板就是硬哈。哼，连派出所长都自掏腰包给我钱，还开了免费坐车的条子。到了学校，小爷再不用受任何人掣肘。唉，你不听我的，也该为你奶奶着想啊。她对你那么好，是不是？她哪是为我好，她是为她自己好。一开口就是想复辟，要回她的祖坟，要回她的高宅大院，那是能要的。要了，我还能有前途？蠢而不自知。沈怡和怎么没有一点人味呢？他们家老三年纪还那么小，能懂什么？唉，爹娘老子的话都不听，更是不管自己亲弟弟死活。这样的人要是真当了官，怕也只是个酷吏。瞧瞧你生的孽障，你是怎么能把孩子养成这样的？是我教他的吗？西河奶奶，讲话可要凭良心。沈西河自从生下来，是谁天天喊着金孙，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，除了吃喝拉撒什么也不让我管的？又是谁整天在他耳边灌输他是文七星下凡，身家大少爷，我一个泥腿子不配做他娘的。但凡你在他小时候教点好的，会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告诉你，陈天巧，你没养过我，我也没受过你恩惠。看在沈迟燕的份上，我叫你一声妈，要不然你挑拨我们母子关系，我就该一锄头敲。秦梦云，你也知道孝道重要，就别再说了。母亲已经够伤心的了。便宜话你是真会说，他伤害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从来没有维护过我？没劝劝你妈要上慈下孝？沈迟燕，咱俩感情好是夫妻，感情不好，你姓沈我姓秦，我又不是没亲爹妈，我家里又不是没活干，我需要死乞白赖的伺候你们母子。你不拿我当爱人，你妈不拿我当人，你们就别怪我新账老账一起算。房子是我买的，沈洪湖抵账的，地是我抽的，你最好给我拎拎清。要是不能做个好丈夫，你们仨就都给我滚！说得好，吃了那么多苦，终于是开窍了。沈时宴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是孟云用身体帮你挡了烂菜叶和石头，更是他用自己的婚姻帮你们一家免了牢狱之灾。你们非但不感激，还嫌弃他，打压他。你自己看看，沈西河这无情无义的样子，随了谁？你儿子拿亲妈当亲戚，你拿恩人当仇人。你们这一家子自己过去吧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从我女儿的房子里滚出去！妈，你们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当年难道是我求着你秦梦云帮我挡烂带片的？
我不认识你，不喜欢你，不想娶你有错。我娶了你，尽了丈夫应尽的义务。我不喝酒，不打牌，更没有打过你，你还想我怎样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该干啥干啥去。你娘不是晕了吗？赶紧送医院，别嘎我们家又讹我们一顿。我去看看来地。秦梦云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你自己也知道梦云当年有多迷你，但凡你对梦云好一丁点儿，她都能把命给你。趁我现在还能忍住，赶紧给我滚！我以为我要死了，胖婶说是你救的我。没有，是你自己挺过来的，你命不该绝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考虑考虑，跟沈鸿鹄离婚吧。报告我来帮你打，妇女主任那边我帮你说。只要你能下定决心，我就是上村里一天闹3回，也给你把离婚证拿到手。梦云啊，这话你可不能瞎说。你让他离婚，他就没有家了，娘家更不会要他。到时候活不下去，你得养他一辈子的。哪个夫妻不打架呀？你这就让他离婚，传出去，你名声可就臭了。没事，来地，养一辈子就养一辈子。我帮你抽了地，是块非常好的水田，你照顾得了就自己照顾，照顾不了可以卖我，我分60年给你钱，每年给你100块。如果地价涨了，这个钱我也涨给你。我还帮你找了工作，是家家具店，打扫卫生，做做饭。等你学会认字，还可以帮忙收钱做账，工资按最高的给你，绝对能保证你活下去。我可以吗？我真的可以离婚，真的可以吗，嫂子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过了，可是没人跟我说我可以离婚。谢谢你，嫂子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去做，不能让你被骂名。以后别叫嫂子，叫姐，我陪你去，给你撑腰。唉，行吧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帮你们撑个场面。爸，你帮我把房子都推了吧，我要盖新房子。你确定要把房子推倒重建？趁陈天巧不在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那你跟沈迟燕之后再看吧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拉倒。爸，我这还有事儿，一会儿回来。好，我去叫人。离婚？你们家的事儿我听说过一点，你可要想清楚。你要是离婚，就不是沈家村的人，土地我们要收回。到时候陈家庄你还回得去吗？你爸妈是把你卖给沈鸿鹄的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再接纳你。没有地，没有家，你就是个女盲流，只能进收容所。黄主任，我们是来开证明的，不是听你吓唬的。离个婚而已，还能开除国籍变盲流了？嘿，我说秦梦云，我好言相劝，你怎么不知好歹啊？你是自己过得不顺了，想离婚，拿来地投石问路吧。你离婚了，你爹妈住得近，能接你回去。可来地家里8个姐姐，1个弟弟，弟弟还没结婚呢。你是存心要把别人搅得家宅不宁是吧？黄主任，离婚是我意思，请给我开证明吧。黄主任应该听清楚了是吧？这证明主任能开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黄主任只上过几天扫盲课，自认的并不多，证明得找王主任开是吧？听说王主任好像被派出所带走了，我还是去找赵支书吧。秦梦云，你找赵支书也没用，这事儿归我管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在那蛊惑陈来地，他傻，我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你别想破坏沈家村的团结，更别想玷污我对沈家村的贡献。行，这一季的稻子收完就是村民大选，希望到时候你还能是妇女主任。切，难不成你还想竞选这妇女主任啊？你以为村干部是阿猫阿狗想选就能选的？就你这样的，连候选人都够不上。姐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10月底秋收，村民大选，你来竞选这个妇女主任怎么样？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，控诉包办婚姻以及在婆家受到的迫害，非常容易激起村民的同情心。我竞选妇女主任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行的，不行也得行。就2个多月的时间，我认真教，你好好学。黄冬梅不给咱们批单子，咱们就自己批。等你当上妇女主任，以后也好办事。为了我，更为了你自己，搏一把。好，我听姐的。妈，你把房子推了，
我住哪儿啊？你能不能不要在妈和伯母之间切换的这么丝滑，显得毫无骨气和尊严？咱们已经断了亲，麻烦你以后有工资了按时汇钱，偿还我对你的生养之恩。至于其他的事，抱歉，爱莫能助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假如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对待一个背弃你的子女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何止会把我赶出家门？你沈西河可是在你奶奶苦苦哀求之下，仍然坚持把亲弟弟送进牢里。你明明知道，沈皓月如果坐牢，不管是坐几年，出来之后都会一辈子背负案底。你觉得谁敢收留这样的人？秦梦云，你小心我哥回来饶不了你！你赶紧让他们走，听见没有？爸，现在推。耶！哥，你瞧瞧你这婆娘，太凶残了！老房子推了，自己住的房子也给推了，完全不给咱们一家子留后路啊！把它修了，让黄英接咱们一家上城里住吧。闭嘴！父亲离世时你还小，没有把你教好是我的错。但如果你这个年岁了还不知道怎么做人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请你好自为之。我知道你受了20年的委屈，需要发泄。如果把房子拆了，能让你好受一点，我也会欣慰。刚才大夫把过脉，说母亲可能需要去大医院做个检查。要钱是吧？沈迟燕，你母亲生你养你，你孝敬她是应该的，但我没有这个义务。爱屋及乌，我可以看在你的份上伺候她，养她老。但是现在连屋都没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养着一只烦人的乌鸦在我头顶乱叫？梦云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看在依依的份上，行，没有感情还有交情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签份协议。如果以后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，钱房子地全是我的。就算没离婚，家里的钱要使用，必须经过我的同意，你没权单独支配。不能签。秦梦云，你算盘打得挺响啊！你们家7口人，10亩水田，一年下来就是1000多块钱，这么多钱你想独吞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哥，他这么说就是已经动心思了，你绝对不能顺他的意。你是正人君子，你不打女人，但也不能让女人骑到你头上啊！想离婚，让他自己滚回小秦庄。我签，协议你写还是我写？算个男人！等着，我去拿纸笔。什么时候想离婚，说一声就好，我不会拒绝。异地而处，如果有人强行娶你，婚后对你千依百顺，你会喜欢上他吗？现在可以给我钱了吗？母亲还在卫生院，年纪大了，胆子会小。全在这儿了，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30多块，一个青壮劳力拼死累活，1个月才赚这么多，他到底卖什么了？赚这么多？谢谢，哥，我的亲哥耶，就这么点钱哪里够？咱家不是刚卖完猪吗？找他们把肉钱要回来，否则钱不够。你难道还大老远再从城里回来吗？都记账呢。刚刚包产到户，人家不买种子化肥吗？你现在找谁能要到钱？总有能要到的。我吃点亏，帮你去要。你去要？我看你是要挨打。我上次说什么来着？但凡你上我家来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你还敢惦记我的猪肉钱？我让你惦记！哥，救命！还想跑？哥，帮忙给我把这混蛋小子抓住，按过来。不给他长长记性，他逮着机会就敢来占便宜。我上医院陪我妈去。秦梦云，你个不孝儿媳，有钱都不舍得给婆婆看病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，我的报应就是天降横财，一罐子金条，手指那么长那么粗，一根2斤，大概10来根。陈天桥老糊涂，那么多黄金就换一副香樟木棺材。这一次，这些财富会被用在更有用处的地方。周围人散的差不多了，开始挖。秦梦云，秦梦云，赵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么大热天，怎么没去休息？这么辛苦呀？书记不也没休息吗？你也辛苦了。西河来找我，想让我帮忙做个和事佬。他之前不懂事，说了让你难过的话。现在呢，想将功补过，对皓月的事既往不咎。你看能不能给他个机会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认错，不是真认识到错了，
而是权衡利弊之后做了更有利的选择。应该是有高人指点，知道了与父母决裂，家中有亲人坐牢，都不利于政审。原谅别人也是放过自己嘛。他的决定我支持。皓月妈，那咱们一起去派出所接皓月回来。没必要，他未成年，又是受唆使，还跟苦主是亲兄弟。派出所问清楚了，会放他出来的。赵书记不用担心，他做错事儿了得受点教训。我是不可能去接他的。秦梦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那个西河，赶紧去给你妈帮忙。没见她满头大汗的吗？那可是粪土，让我这个以后的大官去干。不用了，对农民来说，粪土就是黄金，这事儿还是我自己来。西河呀，伯母提醒你一句，你继父已经去医院陪你奶奶了，你要是有孝心，也赶紧去看看，没准儿是最后一眼呢。妈，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你明明知道我是受了奶奶蛊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后改还不行吗？哎呦，你奶奶听到这话得多伤心！你奶奶要是叫你吃粪土，你铁定不吃；你奶奶叫你凶妈，你倒是上赶着。你一个考大学的人，什么道理你都懂，从来都不是谁蛊惑了你，只是别人顺了你的意。现在知道吃亏了，反悔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原谅不孝子是对孝顺孩子最大的伤害。我宽恕你的错，但不会原谅你的人。叫你一声大侄，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。妈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慢慢改，你母亲总有一天会原谅你的。现在咱们还是先去派出所说明一下情况，接你弟弟出来，你们兄弟和好，也好让你母亲安心，对吧？我安心？我安心个鬼！你们把人弄回来，我才是真的闹心。挖是挖出来了，怎么处理这些东西？黄金首饰还好说，2斤1个的小黄鱼，一出手必然引人注意。夜明珠更难找买主，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把东西藏在哪里。我回小秦庄休息一下，你帮我听着动静，别让人偷我家船子。放心吧，谁敢偷，我骂他祖宗18代。谢了啊。梦云，你这是？嗨，老婆婆生病住院没钱，我这不是看着香樟木箱子能卖点钱吗？秦大姐是个实在人啊，你老婆婆平时那么对你，你这缺钱的话，要不我先把猪肉钱给了吧？不用不用，心领了，买种子化肥要紧，要实在困难，我再找大伙儿。对了，我家水田太多，劳动力不够，愿意卖几块，也可以拿胡地加钱换。可以的话，几位帮忙留心，有人愿意的，让来找我就是。嗨，小事儿，放心吧，我们帮你留意。你家那田可是好东西，想买的估计不少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出摊吗？来，您的薄荷水拿好嘞。瞧你这满头大汗的，先歇歇吧。我是来给你送荷叶的，今天这么热，生意一定很好吧？还行，荷叶的确不够用了，谢谢大姐。合伙做买卖，客气啥？大姐背个箱子做什么？我婆婆生病，要花钱。大姐，要是钱不够，我这里还有点，今天刚赚的。要是还不够，不用，我家的事儿我自己能行。你跟大壮早点把房子盖起来，早点开店，早点给我分红，那我就最开心了。好好加油，我去找地方卖箱子去了。箱子不需要卖，我要连着箱子把金条存在银行保险柜里。改革开放，银行重启了这项服务，有了可靠地方存放金子，剩下的就是变现，开个金店。